出到监管者。那你能选的比较多，能不能选出来一套比较全面的，能够适配你版本比较强势的一些角色呢？是的，有点难了。确实这个也是比较难。是的，而且到了后手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你在第一局使用完了之后，你可能后手的一些角色是出，那选择了左边。那开局的话，其实会离小船的魔术师比较近。那会追击他吗？魔术师这个点其实还挺难追的。棒魔术棒，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。监管者也是直接去往了海侧方向，毕竟自己带的是个兴奋，所以追击弓箭手是最为方便的。是的，没有选择去追击一下纯化险为夷的魔术师。是，也刚好弓箭手这边带的是个双端飞轮，每一个人的天赋刚好也恰到好处了。是的，那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找到了弓箭手。是，这边放围龙。那这里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拿刀的机会。2次连续补刀空了。反正这里的话应该有机会。对，原理值是有点费的比较多啊。因为你一开始其实已经是消耗了2个围龙。对的，像龙宫还在。但这个点的话，其实你还是得去先踩板，因为你毕竟中间是卡着2个板子的。如果交围龙的话，是现在也比较危险了。放围龙的话，直接硬钻。与其是上了这边的龙骨弓给到撕裂值，他也可以直接硬钻硬破嘛。是的，拿着一刀。那击倒的话，大概是在1分钟左右，3个半台的密码机。没错。不过这把的话，其实外围是有3个化险为夷的，合起来也就1台半。是不是直接往海侧去挂？如果说是挂到海侧的狂妄之蚁的话，你这边求生者来回跑的这个时间也会费到一些。不过这边可以看到守墓人已经是遁地前行过来了。对，这一次救援之后，让弓箭手直接倒走，倒走之后守墓人可以直接去破译海侧的密码机，但也不会让自己多跑一段时间。得去先提前破译第4台的密码机，然后再回头去补自己的第1台。是的，会节省很多。那这里也是刚刚打了守墓人，让守墓人这边先完成了欧波无伤。那现在的话，其实下来之后，祝婷这边他是还有一个飞轮的，是，还有想牵制的心，确实也具备一些可以去牵制的道具。没错，就看一下到底说能够牵制多久了。他现在愿力值其实也还在，牵制顶多是多拖个几秒而已。但这边是没有博弈到，那这样的话很快就会被续上下一波的节奏。那下一波是选择让狗狗过来开这个化险为夷。节奏方面还是比较亏的，因为而且跑图上面是选择了让凌云先去补自己的第1台。对的，耽误的时间还蛮多的。现在再换狗狗过来，再给下一个化险为夷，看能不能再无伤吧。如果再无伤的话，那这个节奏其实求生者都还挺能接受的。能无伤吗？魔术棒放出来，比如了第一波攻击。现在双方在博弈，看你钻不钻。钻的话，魔术师再选择一波反钻。现在淘汰进度有点极限，救了下来，但是打到针对了。对的。不过还好是2波过来救人的时候，其实状态上面都是维持的比较好的。没错。那你可能一会儿续节奏也续的没那么快。周婷刚刚这边也是上了撕裂指，是想让监管者对魔术师失去想法。你如果说是想要贪这边的一些伤害的时候，会因为身上的撕裂指钻这边的围龙给到一些伤害。是的。这里在想画木屋，那所有人现在都拉开了，外边3个人的状态现在都是满的，剩下化险为夷呢也是在七象身上携带的。不过狗狗的话，其实身上就只有一个魔术棒了。对。这个仙分现在是用不到了，随时可能会去切个技能。我身上现在只剩一个魔术棒，看怎么去利用。这魔术棒肯定是会用的。先拿到一个状态，对的。那现在其实外面的话，第6台是已经差不多一半了。魔术棒没能用得出来，是想省到后边吗？省到开门战能有去应对的时间。不过目前的话，其实整个节奏密码机的进度都还是不错的，看要不要放下去选择交个传送。因为这一波如果你选择不交传送的话，一会儿密码机的进度就会赶得比较多了，而且外面气象也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是甚至能压好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你要去突破上限的话，得去交这个底牌，就是看一下挂不挂这个魔术师了。没错。气象那边密码机也是直接兴起了，给魔术师这边是罩了一层暖雨，让魔术师能省掉自己的绝世风声，自己就能起来。现在海边魔术师起来之后，看要不要去摸道具吧，选择要去海侧一起破译吗？守门人这里应该也给到了信息，监管者是直接换目标了。但这边的话还是在选择去抢这台密码机。对的，毕竟也是考虑到说魔术师刚刚是没有挂过的状态。是。气象这里如果说是换成风的话，他还能用2次。
也算是帮忙扛了一刀。是的，其实密码机的话，现在远端那台就马上要压好了。没错。传送现在也已经用了，密码机也压好，吃到这一刀就直接往大船去钻就可以。但是这个位置有点远，只能在海边的板区去博弈了。还有一根魔术棒，看能不能通过这个魔术棒跟绕板，去尽量再拖一个围龙，因为门的话其实已经在点了。是。门是能点开的，阵地值不太够，传送也不够，所以说守门人也是能安全出门的。是的，但第一时间的话，并没有说能够在这个围龙处理掉魔术师。那等到你击倒的时候，其实手上的愿力都已经打干了。是，现在局面就是一个平局，监管者是对小门没有任何的追击点，以及就是说是能去阻拦的机会的。那也是正常的求生者能接受的局，也是求生者这边算是得了一些优势了，因为你跛脚你拿出来之后，就是为了能去让你监管者女王风。女王风的话确实会比较适合目前版本，因为他救人上面手椅环节最近也是拿到了很多的机会。对的。大门方向，然后气象跟魔术师是在小门方向，女王风是选在了小船的前面。是的。看看是选择哪一位求生者作为自己的一个单牵制的 solo 吧。好，进入比赛画面是直接去往木屋，找磁铁。这边魔术师，那找魔术师这是的。那这里去往木屋，看求生者怎样去应对。这里先绕，这也看到了木屋这里是没有地下室的，那就是在大船这边的地下室。是的，先放一个窥视者。对。但这个点的话，感觉身位上面是绕的有点多了，绕的太多了。这本来就是隔着一个比较安全的身位，所以你直接是先选择交了一个魔术棒。对，虽然这个里的魔术棒救了一命啊，但是自己的刺也失误了，并没有说是造成一些窗口上的一些陷阱。想要拿刀，求生者这边的操作也是一直在预判对面监管者的博弈都非常的成功。再交一个魔术棒，是都能躲。其实道具会交的比较快一些，这边先拿到了一个普通攻击。走位也是非常不错。也知道你监管者这边带的是个窥视者，所以没有闪现的情况下，我可以一直在板区去绕拖时间。这手里还有根魔术棒，监管者现在有点危险了。由于你的刺都失误了，在一些交互点并没有抓到机会，那你后边也是有点难拿到了。先拿这个分身挡住这个路，让你的这个刺不好发挥。其实也没中，对，都没能中。这个窥视者感觉前期被牵制的会比较久了一些。雷片窗台拉开，普通攻击再一次空掉，那进入到板区，看见这里的板区也是直接放，拖的时间也马上进3台了。是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携带一个窥视者，其实并没有一个快速终结的能力，就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试刺。是，这里的牵制的太好了，3台密码机，现在就看化险为夷以及这边的救援到底是怎样了。而且他这波的话，其实是在一开始被反绕了一个比较大的身位之后，还是能够牵制到你挂上就差不多3台了。对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外面还有3个化险为夷，感觉他得是在手椅上面得先拿一些机会才行。如果手椅上面没拿到节奏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难去完成一个多抓了。是，先让气象来救，气象来救之后，让魔术师直接倒走，他可以直接再新起一台密码机。下一次救援呢，就让大副来。这一毒刺先中。刺中了1次之后直接救，也没给到监管者的机会，想硬摊双倒吗？但是双倒很难摊啊，他这边的话只能拿到一个普通攻击。是他并没有去释放自己的技能去造成一些双倒，选择普通攻击，那现在情况就不是很好了。是的，而且这样子的话，你气象救完人可以直接去新起一台密码机。对，最好是修的是木屋，因为你要修海侧，魔术师不好带走。但是去往木屋了，去往木屋也是要换个人来进行救援。这边的话也是击倒了。11也是赶了过来。大副这个角色的救援其实会更稳定一些。而且大副那边因为他是提前贴过来了嘛，所以也没有一个被拦截到外面的说法。对。你现在视角上面其实还在排外面的大副，其实大副那边已经是绕到椅子旁边了。对的，甚至还可以扯一下血线条。那这里再得先等一下，因为密码机的话并没有那么的多。是的。再等，吃完这一刀之后再救下来，也是可以拖更多了嘛。是的，其实就差刚刚气象新起的第2台密码机。没错，密码机还是不太够啊。2个人在板区要去盖一盖吗？争取一波4人开门战。
但这一波的话得2个人过来，因为18那边破译完之后，其实也是可以过来帮的。但这里的导点不太好吧？的话就比较难了。对，如果说这你倒在一个板子中间的话，会让监控者第一时间我没办法前，我得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，也给到调香师这边的机会，我把板子中间我这一堵，你就过不来了。是的。那这波配合上面其实是稍微差了一点点，有一些失误。对的。问题现在比较大，过来气象直接倒，而且会压住木屋这边的遗产，外面就只能去新起一台海边。可是你这样过来的话，你外面大副那边是一个残状态，没错，所以还是得防范一下才行。打的就有点伏笔了，刚刚打的波气象的状态上，现在就可以直接抓到机会。我2手节奏直接续上，我挂在这里，同时他也其实能知道你气象是没有携带回攻反照了，毕竟你刚刚窗台是已经暴露了。是的。那你手上多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，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说，这把的多抓面就来了呀。对的。而且因为知道你海边那台是新起的，现在过来的话，这个人是卡不到半了，只能说压满过来开化险为夷。人也已经过半。不过还好，这个化险为夷开出来，其实差不多卡个交互是能开的。对，是能开，但这个人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，所以也有点危险。是。再一次命中。风虽然能把监控者吹走一波，当时也是拿自身帮去扛一扛，拖出一定的时间。但他们要贴的门不能贴小门了，只能贴大门。对，但是离大门的距离也很远啊，一个在小门，一个在海边，这边没有回光返照，直接开了。命中了，命中了。云被打断，他刚刚想起一个3级云或者说2级云，直接能离开这个点位，结果因为这一波的被监管者抓的机会嘛，所以说现在监管者也是能有3抓的机会。是的，而且这个气象的话，因为它是一个上挂飞的状态，刚刚是过半了之后再救的。手上现在也有传送，所以你博弈的空间会比较少。这边是直接发现了18的位置，大门已经在点，看能不能快速处理到调香师，因为调香线的话已经是没有什么牵制道具了。一次命中，这一次如果能再命中的话，其实就能直接传送拦大门了。能再命中吗？再晚一点的话就来不及了，因为大副那边有怀表。那就来不太及了。哦，这边还是命中到了，但是大副那边已经是顺利的把大门点开。但是对于月来说，其实他这把是只要完成一个3抓就可以先拿下第1局大比分，所以3抓对于他来说是比较求稳的一个选择。很赚了，刚刚的15点就有点大，几个人都想卡这个板区，其实拖时间。他们不是为了就是说我能我单牵制，你可能在第1波使用了药物增效剂调满之后，第2波是没有那么好去博弈的，得让队友过来辅助一下会比较好。没错。我感觉他不会抓起点的，太危险了。他这把节奏一样会让自己不太舒服，到时候只能换追。果然，空军放了鬼屋，所以他现在直接换人了，抓斗牛士。斗牛士的话，其实也是比较考验你的操作的。对，我不知道这个斗牛士会不会携带是双碳飞轮啊？好，进入比赛也是直接追击斗牛士，斗牛士2次都是一样的牵制点位。没有选择战台去绕，直接在板区里进行博弈。不过他这把的话，除了化险为夷，也是多带了一个自保上面的天赋。是的。也是控到1次，造成减速。这里能连上吗？隐月再次连上，那这刀是能拿到的，拿到速度也比较快。但前面的话能够转到2板1窗的板区。是。哦，但这里的话又被反绕了一下，被绕到了，只能在鼻子交出1次技能。那自己现在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冲刺了，因为这一波其实感觉在地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，可以先去通过地形牵制的。是。现在想依靠2人翻窗控到，但真人9这边也是防好了，特意是把自己的视角往后边去看，没能看到你这边的幕布，然后通过这个时间，他的一个抓取的机会，直接打到了这波。是，那整个牵制的话，其实会比较快一些。那现在11是已经贴过来要去救援了，密码机是真的不太够。而且这把他们是提前跑图，然后去破译终点的3连密码机，所以导致说你可能密码机的进度，因为消耗了一些时间去跑图嘛，并没有特别多。斗牛士这个角色在终点站台上还是抵双弹飞轮的，面对歌曲。光是一个双弹牵制，确实不能牵制的那么的舒服。是的，但第1波牵制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把这个闪现的技能给它吃出来，那后面可能比较难去在第2波牵制的比较久的时间。哦呦，还细节去躲，省掉了自己的闪现。我感觉真人9的话，其实对于斗牛士技能的释放时机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他能够去防到你的这一手。
他现在的成熟跟他的年龄不太适配啊，他太成熟了，现在他打的也太好了，把所有的技能都算到了。那现在的话，因为外面还有医生的一个化险为夷，看要不要让医生过来压满，先去救援一波吧。能猜到吗？猜到空军的位置。哦，这是医生。医生现在是直接从终点站台绕了过来，回头再拦截，想打双倒还是比较难的。但是感觉这波能不能先去抢一下医生这边的节奏啊？因为如果说你医生那边不抢节奏，你可能一会儿你在挂飞斗牛士之后，外面2个满状态了。是的，这波也是比较难受的。没错。还是不太想先者淘汰之后再回头去找其他人。哦，他也特意的看一看空军有没有过来，毕竟这个位置是比较远的。挂上救心的乙，脸上的空军现在也已经离开，还要再接着破1的话，他毫无意外就是一个2手节奏的衔接点。是的，现在还差1台半。去往起点这边打算吃一刀，然后绕站台上车吗？仰望者能不能第一时间发现？通过耳鸣也是判断出来。天哪，枪也是直接交。等交完之后，因为他是选择往空地去转，对，这样的话你可能前面就只能先去玩一下板子。没错，手里现在也有闪现，面对板区的交互只能盖不能翻，翻了是有可能会震慑的。因为你刚刚技能上面是没能吃出来，对，也能猜到一些。坐车之后看到密码机了，直接选择传送，还是想去守住鬼板这台遗产。对，那这里是个守门人，守门人这边抗压其实还是在的，能拖一些时间。而且这边的板子都还比较多。对的，10秒 CD， 哦呦，先抽。这样的一个抽刀是拿到之后，守门人现在的牵制就有一点麻烦了。其实这里的话也是11这边想去偷袭一波，对，砸一下真人9，但真人9这边防到了，所以就换状态了。真要说是能偷袭到自己的这个技能，还能再次使用，能无伤下铲。我直接打出来，想将它直接挂在鬼屋附近，然后再去控起点的密码机。主要他们起的密码机其实是2战的这一台，这样的话你有机会说你2战跟鬼板都会同时被真人9那边压住，所以11他在牵制的时候一直想要去往终点半场去转，这样的话可以让医生去救。回速，但是回来想找11是。11作为守门人，现在手上的技能只有不多了，再次被打出来，手上道具已经空了。这里在骗，哦呦，差一点！刚刚要是不犹豫的话，其实这刀拿到了。对。2次抽刀，也在进行板区博弈。哦，但这波博板的话也是命中了。博弈成功。密码机那边是一半，手上传送马上又好。其实这一次还是可以再接着传，但是可以挂过去，就不用传。哦，确实。因为很近嘛，你可以挂到2站底下那个椅子，然后再去管2站密码机。直接去抓，甚至直接放了。让你医生摸，空军现在自己刚刚也是摸了箱子，给到自己的手持物魔术棒。波草也知道自己的牵制无法牵制的太久，直接选择倒在一个起点附近啊。即使被击倒了，这里的点位也是离狂欢之一比较远的。而且那边密码机是已经在破1了。对，魔术棒刚也是直接用出。现在2个角色现在手上道具都已经是空如也了。现在的话，其实要去看这个开门战的机会了。这个起点是空死了，一个在鬼屋，一个在过来进行救援，3个人都在起点半场，然后拎这个传送，所以感觉开门战的时候可能走位上面会不太舒服。真不太舒服。这边的起点门你是不能贴的，你要是贴了的话，谁贴他抓谁。然后抓完之后，这个局面也是让真人9大概率的能去打一波3抓。看求生者接下来怎么去应对，板区现在也已经空了，只能往外带，直接抓医生，不可能让你去贴门的。是，而且你追医生的话，其实这边刚刚车是已经被开到2站去了，所以点位上面只能去玩一些短板。手上道具现在也不能用，因为用了也没什么用，这是带了挽留的，挽留再接着进行追击。而且医生身上其实是并没有携带一些牵制上面的天赋，这里要直接倒了。几次骗，现在都是白板。
没办法牵制。首先现在也有传送，守门人一旦要被发现，这个局面甚至有可能能争个4抓。对，但他现在可能不太好去直接传，他得先去稍微排一下中场的卡2名的那个人。是，看能不能盘到守门人的位置，得防止守门人从中间直接过来进行救援，将局面变成平局。先传送，传送还回头望一下。但是空军这边感觉牵制不动啊。那这里甚至还能直接回溯啊！感觉可以先去挂一下空军，因为空军它是一个挂过的状态，然后你再回头，反正2个人还是在鬼屋附近，那这把是要去争一个多抓的。是的，因为空军那边是个2挂的状态，你救完医生，你没有办法再回头去救空军，而且最近的路线就只有这个鬼屋桥。这2个人的点位也很尴尬，你还是同样要有一个人过来卡这个2名，是选择牺牲自己，然后换医生能走。但这边真9是觉得你可能会在外边。去卡，这边已经看到了11了，但11并没有看到监管者。这里位置已经发现，再一次普通攻击，旗舰门才刚点。其实这个人可以不用管的，要管吗？我感觉其实是可以去拼一波，去找一下起点，因为你知道2个人救完人下来之后，其实走位你肯定有一个直接点起点门的。这时间我是觉得来不太及了，已经点了80多了。除非你不挂。时间上的赛跑，这边还是自己失误了。这波其实对真9来说是有很大概率能够去争到一个4的，他真有机会能4，有点可惜。他刚在终点半场去调状态，其实已经是稍微压缩了一下真9那边的多抓面了。对，还会有个问题，这个心理怎么说？该带化纤维衣吗？还是说他就带个双弹？因为我最近其实打双排的，就打排位嘛，我双排队友其实他也是喜欢玩这个心理，就是沙兜老师。他玩这个角色呢，由于你双弹加化纤维衣，还没战友容易被针对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没办法。是，所以这求生者呢，就是看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变招啊打法。毕竟打比赛的话，会考虑到说你个人跟团队之间的一个平衡。是。所以感觉还是要看美。好，还是去往了金教屋。选择去追击一下，这边是留了自己的定格，留了自己的定格直接上楼了。看周婷这边的反应，也是选择回溯。这位置是有机会拿得到吗？好像拿不到。感觉已经是能够进板了。对。哎呀，这里的话是失误了，并没有能取消自己的定格，也没能抓到监管者进板的机会砸到。是，那前期的话，其实第1刀还是拿的相对来说有点快。太快了。主要刚刚那个点，因为他能够去进到板区了嘛，感觉还是能够拖后这个拿刀的频率的。是。这里盖到板之后，给自己加了一个死角落啊。但是那回来的话，直接被击倒了。是。时间上面50秒都没到。也差不多是个1台半，但这样的进度可不够他们去保平。监管者现在也有机会扩大自己的优势。求生者也是让心理过来进行救援，毕竟心理这边是携带了化纤维衣。但这边雨梦是直接过来发现了心理，那你可能心理过来的这一波得掉2个状态。等等，救的可能有点早。他这里毕竟是才刚上的狂欢之野。是的，但是还是选择救。我觉得心理那边可以多摊1格，然后再去用闪现击的。2个人跑点上面是有一点点犹豫了。这拉点其实拉的起点也挺好的呀，你拉起点这边心理可以直接去破1鬼屋的呀。是。那现在的话感觉有点难了，而且你第1波因为是没能把这个闪现吃出来嘛，那你现在其实是比较难有下一波的发挥空间。该说不说，他们这里的分配或者说是选点后边的指挥，我感觉是有点问题了。是，而且心里因为他从起点大摇大摆的过来，我说实话，监管者也很难看不见吧？对。如果你说你被拦的这么远的话，我是监管者，我也会去多摊1格状态。没错。所以感觉心理过来的话，确实可能掉的状态会有点多。是，这一次救援并没有让求生者及时止损，反而越来越劣势了。这边佣兵是弹过来了。对，这里能不能提前出1刀？哎，想卡住了吗？没能卡。没卡住，对，差一点点。这一下要是能卡住的话，等等哦，还好，成功救援下来，因为。刚刚的状态调实在有点极限，又抽到刀了，拿到了一个双刀。那其实2波过来救援都是摊到了2格状态的。没错，那等同于刚刚卡住了。拿到这波双刀之后，现在每次救援都特别的劣势啊，回到了昨天的问题啊。而且你心里还好是多一个应激，不然也是一个双刀。对。那你本来因为幻灯师他在第1波牵制的时候也没有说能够拖到特别久的时间，那你现在佣兵又给一个双刀。我感觉整个对局现在差的有点多了，密码机差2台。哎，挂上金教屋这边的狂欢之椅，
现在不只是能让姜文哲有个3抓的机会，现在有能争4抓啊。找现在的话，直接过来找凌云。佣兵现在敢起吗？交你要现在起了，绝处风声可能一会儿也要被打掉了。而且你起来之后也没能成功牵制。对，这一波如果你起来的话，我觉得稍微补一下，能够弹个护腕坐车也还能拖点时间。对，但是因为这些道具也没交出来，然后车也没坐上，现在是直接倒了。你要真能续上节奏，是的，你要真能坐上个车那倒还好，但是你没能坐上车，你交了这个绝处风声，现在反而给到姜文哲就是一个信息点啊，你没有绝处风声了。即使你能打完开门战，我打完你，我再回头去找你其他的队友，那这个局面他手上还是握着3抓，因为你得分配一个队友过来去摸你，才能将你摸到一个健康状态，才能也去打一个开门的机会。是的，那如果说你起来的话，就证明是队友摸的，那就证明没人点门。是啊，现在信息点全都给到雨梦这边了。而且也不好救援啊。反正2个人现在要去争取跑1个嘛。姜武这边也是直接上楼。但心理这边因为救人的时候也是掉过2格状态，所以现在是一个半状态。哎，回苏到脸上，拿到这一刀之后，也是可以再次把心理挂上狂人之翼，传送回去。想要再打一道佣兵。是的，但是这波传送的话倒是也可以吧，因为你心理那边是刚倒的，可以接着追这个病患的。是啊。你佣兵那边你就让他半状态，先在外面，反正病患那边我能击倒就行。对，这过错也是直接交出。不过还好，心念这边也是稳住了。但是现在因为密码机还是没人能动，你刚刚心理那边直接倒了，然后另外病患去救援佣兵，密码机还是一样的，差1台。回头挂他就行了，挂他也是挂了这边的一个鬼屋后，鬼屋废墟点位会让监管者有个好处是两边的密码机我都能去守。你当时的佣兵是往这边的换木马的方向去走的，所以他往这边的方向去盘，大有可能是能直接盘到佣兵的点位的。再往前走2步，耳鸣出现了，那佣兵的点位大概能猜得出来。没有能躲的地方，不好找到，差一点打到了震慑，手上现在也只有个护腕，这个护腕是一定要去救人了，再不去的话，这个人救不了了。但现在的话，其实凌云的走位是选择拉到比较远的地方，他可能还是想稍微再博弈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回溯你不就没了？对呀，你这里震慑了，他牵着他直接往那边的3阵去走，你病患开还是不开呢？这一波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，最理想的一个打法肯定是压满，然后让这个佣兵再来救援心理。但是监管者也不可能站在椅子面前去等。对呀。如果说刚刚没有选择有身位的时候去救援的话，这个心理肯定是救不了了。在选择上求生，我感觉做错了很多博弈了一个砸板，但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因为他手上现在也没有道具，你拉不开。但队友也已经被拖到淘汰了，地窖也没有在脸上，那这样雨萌也是拿到了一波4抓的机会了啊！如果说是在这个点位直接能击倒的话，也比较难牵制吧，没道具的话，没什么太大的可能。地窖的话是在一个红马，他们并没有去盘嘛，所以说往这个点位去牵制的。但这就有点明牌了，因为班位上面的话，确实会比较偏向于台球手。是，几位角色尤其是前面几个角色。对。看会把心理安排在哪里？这阵容里边追心理是监控者比较舒服的啊。前期白板，我如果说是先拿到1刀存在感，更快的进入到1阶。那这边的话也是选在了 S 板的旁边，不过真人9台球手是选的比较近，选在了 S 板。这里看到监控者是直接直奔心理啊，心理这个角色呢也是自身带了一个双弹，在牵制方面呢可能会被台球手前期抓到一些机会。不过真人9这边好像又换了一下打法，先假意吓吓你，实则是先控一下密码机，等自己的闪现拖好之后再出去找一些求生者的机会，把所有人的密码机全部都赶一遍。对。哎呦，想锁2台密码机吗？不过连18那边都稍微撒手了一下。是。现在的话，其实每个人都还在防。这个连线有点意思啊，把所有人的位置都赶一遍。对。但求生者那边因为也不太想给你机会，是，所以每个人都没怎么修，只有外面甲门那个心理会稍微修的多一点。但这样的话，其实也会面临到一个问题，你前期密码机的节奏会比较慢。对，闪现现在也已经好了，有5秒就好。再找到18。
北移的位置也是直接逼着对面是直接反弹，然后再交出来一个飞行器。哦，飞行家这边是没有携带的双弹的，所以说因为它只能利用自己纯化险为夷。对，只能利用自己的喷气背包。那现在的话，闪现就已经好了。看一下闪现的这波博弈，一个蓄力直接打到了。是的，那接下来都可以不需要自己的主球去命中对面，都可以用自己的闪现去击倒对面。看能不能找到机会，能有机会省掉自己的闪吗？18也是利用自己的悬停先拉开点距离，并没有给到一个闪现的身位。是，但前面的话，其实这个板子是已经清过了。主球封点。而且飞行器是比较难续出来，对，所以是直接被蓄力刀拿到了。嗯，直接挂在墓地的狂欢之椅，让佣兵过来进行救援。密码机2台半，也是刚刚赶的人赶的太多了，密码机一时这个进度跟不上。现在要防好，不能让佣兵无伤救。佣兵想要过来，虽然刚刚是有无伤救的机会，但是他想要多卡点时间。真要刚刚直接救呢，虽然能无伤，但是你会提早救太多啊。少个20秒的时间，哇，这里主球直接硬吃吗？差一点直接放到窗户外啊！感觉这个地方能堵啊，没有选择硬堵。对，没有选择硬堵，其实感觉是可以堵一下但这个震慑。今天的这个救援两边都有点或多或少的多呀。问题有点多呀，是，其实感觉刚刚真人9如果能稍微去堵一下那个板前的位置，我觉得他可能都要过半。嗯，但是也拿到了一个震慑，对，也都还好。现在闪现也还在，直接交了闪，没给到牵制的机会。那密码机的话也差不多4台。他刚刚没堵那个板区，我可能觉得就是说他是认为我即使让你盖到板子，大概还能来得及，就是说卡板救啊。对。大家可以前卡一下，就是站在那个板子后面，然后慢慢的去干扰一下你的走位。这样的话，你博弈的一个心理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我很着急，然后变成了一个过半但震慑。没错，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博弈。那就2全其美了。嗯，就监管者这边是的。嗯。但这波双倒的话，确实给到真人9一些机会。那这边11也是交出来了绝处逢生。看到11这个位置再次被发现，这主球看能不能直接去吸到佣兵。现在主球也还在，这波主球往前面放置，主球现在刚刚也是因为狂欢之翼嘛，主球直接消失了，好像是自己收掉的吧？应该是他自己收掉的。我这里再次去找其他的人，但现在的话就是看一下他的下一波节奏怎么续了。没错。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台球手可能到最后剩余1台空的密码机的时候，反而是抓不到什么节奏。嗯，比较着急。就来回的去控场，但是并没有起一波击倒。一旦他主球没能命中，只能靠自己的闪现，但是他现在闪现因为在 CD 当中，没办法拿刀。吐槽也没给到机会，也是直接拉开距离。佣兵这里接受的心理的移情。能找到心理吗？没能找到。想将这3台密码机慢慢的回退进度啊，拖得好自己的闪现好。那这里想要去过来逼迫一下佣兵，直接交出来了护腕。护腕再次用出，主球吸到能拿到这一刀，但由于是个满状态，所以这一刀并不能直接击倒。看这里的话，要不要选择去外面管一下密码机？对的。先过来赶一下。这佣兵好像就是刚刚墓地摸的箱子摸出的护腕啊，所以说现在手上彻底没有道具了。想解决佣兵，他现在知道佣兵是没有绝处逢生了，所以想依靠这一点的话去尝试摊到多抓。是的，现在密码机进度的话是80多，佣兵的话是不太好去熬到那个密码机好的时候。要不就直接挂吧，挂了我感觉他得先去挂一下吧，因为密码机你刚刚也是知道出去了之后，密码机差不多快够了。对，现在就让求生者来救，你救了之后，我就先针对这个佣兵，只要将佣兵击倒了，你就等同于挂上了狂欢之翼。他没有绝处逢生了。谢谢，先在门口放一颗击球点，那这个击球点是能让求生者到时候开门，万一被这个主球吸到的话，快速位移到这边的监管者附近啊，能再次抓的机会。至少是能干扰一些。
要打针对，打佣兵的针对，能打到吗？最好就求生者的话，最好让心理先帮一下。是，心理我打到了心理。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先让开，然后不着急去开门了。对，等一等，把心理吸了过来，心理的位置也同样很尴尬。那现在可以先闪现击倒心理吗？还是回头？想回头看着11那边，因为他也是知道11肯定是想过来去点脸上这个门的。是。但是同样的也是给到一些磁铁这边去转点的机会了。没错。心理这里被击倒之后，两边门没有人任何去点。佣兵也还没到，虽然在赶路过去。这里给到主球。佣兵是不敢直接吃掉的，你要吃掉的话，直接被吸到脸上了。但是枯草那边走位会被架得比较远，这边已经起耳鸣了。已经发现了吗？发现枯草了。但枯草这边道具比较多，能不能说稍微牵制一下呢？闪现直接过来，板那就是有僵持，闪现过来就打一刀。不给机会。对。其实感觉这波博板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。他刚刚可能是想借板弹吧，想借板弹就是拉开点距离，让他没有这个闪现的空间。想法是好的，但并没有能实现。但是你身位上面得先拉开才行。对，这里想要弹一下佣兵，佣兵被吸到，佣兵只要被击倒了之后，佣兵就没有办法任何做事了，是的，人也救不到，是救不到吧？这个状态条应该是救不到的。感觉好像有机会耶，已经快到椅子边上了，快到椅子旁边，看能不能极限救援下来。哇，好极限，救了下来。那这样就还行。起码能接受，不然如果没救下来倒旁边的话就比较难了。对，现在再把心理击倒，打到恐惧震慑。但是佣兵那边没自起，因为他刚刚救人上面给了一波双倒。对，他再找弓箭手就行了。对，所以现在对于佣兵来说有点不太好去处理，而且他们的选择是没让弓箭手去调一下佣兵的状态，让弓箭手去点门，看能不能去争取跑一个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局势确实不太妙。哎，但是这边意识到了，直接是过来找一下枯草。他看佣兵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起来，那就代表你没有去摸他，反而去贴门了。这里给到了撕裂纸，但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小型车呀。哦，车应该是已经开过了吗？已经开过去了啊。哎，主要枯草这边因为佣兵没自起，所以他牵制就有点无效牵制。这里就硬追。反正时间有的是，这也是吸到了枯草，枯草也没有办法，一个平地的普通攻击也是完成了击倒。那这样的话，真人9也是在第3局拿到了一波4抓。因为现在11的点位他不需要着急，你反正没有绝处逢生，他可以优先我先去挂这个弓箭手，再去守这个地窖都行。对，那真人9这边也是想了一下，选择回来去挂一下枯草。是，直接挂在地窖的脸上。佣兵现在想走的话，只能就是说是爬在地窖口才能跳进去。那监控者现在只要站在地窖，你就没有机会。而且爬得比较慢。是的。也是牵起来佣兵，将他挂到黄昏之野，那这样也是收入囊中了5个积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对于成都 GG 来说，下一局就是一定要去争到一个4抓了。对，不是。即使你前期的节奏好，你能解决掉第一个人，让他淘汰了，囚徒也会通过连线，让队友的密码机也好，还是自己的密码机，都能去破1到4台多。对。而且这把的话，因为他选了一个幸运儿，其实你也可以角落，还是或者是一个十字形也行。可以的。10字的话会干扰更多的密码机。选择 S 版呢，就是直接选择追击目标了。而且这个点的话，如果你前期先去压迫一下幸运儿的走位，他可能说手上的道具就只有。看一下这边是伊斯人选择先往甲门的方向去。是的，伊斯人先招出来。先控住甲门，我想直接追了。看一下一会儿幸运包裹能够开出来什么？是的。在这个点位直接被架住吗？那你这里的侵蚀度会直接会满得很快啊。手里是个护腕，是许愿成功了吧？然后护腕的话其实也还行，对于时空之影来说。这里的话，其实第一刀拿的还是比较快一些，而且还想补一下之后再拿刀。是让侵蚀度现在已经42，
等一会儿这边的附身 CD 再一次附身，那幸运儿其实就有一点难牵制了。这也是在拆套片，再次破译。这把的话，其实就是看一下囚徒破译的速度了。没错，这个42一定是不能让他去躲掉的。现在想要通过自己的护腕强行将这个闪现吃出来。是的，但这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先去给骤停补一个寄生。是。那周一四刚刚是没能用自己的技能打断。但这波闪现的话，哦，好险！还好，因为闪现他第一下过来的时候没有命中。对。你这一波要没能命中，幸运儿通过自己的弹射能弹出去，这一局密码机就是3台半了。对，而且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斗牛士那边可以先去兴起一台别的嘛。这个有必要电吗？那个闪现真的是有点极限了。也还行吧。那个电主要也不太妨碍你去外面破译的时间。是，我觉得不差这几秒，而且这个电其实有让它存在感更快。说完这一刀，但感觉 ACT 今天救援都救得有点早。对，就虽然说这个是地下室，可能也是为了保一波状态。但你可能外密码机会稍微拖的没那么多。是的，也是翻冲过来，能躲掉吗？这个空地是挺难躲的。啊，没能躲掉。170多再次喷满，外边的囚徒还是将这个破译直接拉满。是的，这波的话其实可以选择让伊斯人先去干扰一下骤停的那边。对，接下来让斗牛士再次救援。其实密码机已经是跟的挺多的，差不多4台现在。桃花大师这里也是将幸运儿的狂欢之椅换了位置，让监魂者分心啊。也让求生者的牵制的地形能够好一些。这里先附身一次陶片，这样有一层陶片之后，幸运儿下来就肯定会吃到一些侵蚀度。再一次附身，2阶看自己的这接下来的伊斯人能不能完成。啊，也还是挺细节的，没有说是让自己在这个轨道上打人。对，他是后撤了一下。对，撤到那个轨道外面。是，一旦要是说被这个电车给撞到，这个2层阁楼密码机就能起到8、9成了。但密码机其实已经是有点多了，现在就差半台左右。这些大遗产你都可以使用一个远程的连电把它破开。现在还是不太好亮掉，监护者现在已经是准备了过来抓这个囚徒，囚徒也已经准备好面向墙壁。你如果附身的这个陶片会落在2层阁楼下方，就没办法第一时间能去抓到这个囚徒。但现在其实斗牛士跟桃花大师那边也都是一个半状态。对。几个人都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啊！你在开门战其实自己的移速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，它没有回光返照这条路径的一个加强，移速加成。现在真的就是看一下你到底能够拖多久。对，因为你如果说再有一波击倒，或者是说你像现在这样，我控到了囚徒的状态，外面已经是没有状态了，然后又没回光返照，对，可能就有一个控场的机会了。就像一开始说的伏笔出现了。因为你有的时候没有带回光返照，就有这一点不好。我现在完全可以接受我把这个闪现交出来，然后我起一波击倒之后，你不好救。这个闪现现在只要别空就行。对。再通过伊斯人一直在赶人，3台密码机起就起了。现在追击是不能让自己停下的。是的，而且这里的话过来，然后躲了技能，感觉已经是起了一个击倒。是。那密码机的话，其实还差30。就最多的那台还差30，但是现在这个人你没人能救，我让伊斯人先出去2楼管一下，因为那台最多的是在2楼嘛。对，你只要碰了密码机破译，你这个陶片肯定是在你附近生成的。而且我可以让伊斯人先挂在那里，然后我自己出去。对啊，我就陪着你一起战嘛。对，你敢修呢，我就直接过来。是，你敢破译我就抓你，你不破译呢，在这里停，那我就在那一等。那这里的话得先交一个强电流，但闪现有啊，直接过来闪倒了囚徒。你没有回光返照，没错，你还是密码机还是不够的情况之下，现在这个局还是有点难打。而且因为那个2楼的密码机，它是每一波下来之后，你得重新绕楼梯上去，也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。这时我觉得就回到刚开始那一波地下室了。如果能救得晚一点，2层阁楼密码机会不会更多？会多一点，对吧？你能破译到9成，甚至你是让监魂者他的重心点应该是放在2层阁楼。现在只要能够去压住密码机，密码机现在是83，
给浮生过来再次传。是的，不过过来的话可以再去击倒一下斗牛士。是有了自己的2阶的。但斗牛士的话是已经挂过一次的，刚刚有一次被挂在了独栋，所以他现在再上挂就是2挂。 2层阁楼这个陶片你先拆啊！你不拆的话，双陶片都在这个2层阁楼就很难受了。你过来囚徒能救吗？囚徒那边有个飞轮，但是没有强电流。你这飞轮抵预判，而且也在外边，不太好过去了呀。也没有密码机快好了，但是没有回光返照，选择了直接开。但我直接开压住你的走位，你那边只要救援不了斗牛士，我14人赶去凌云那边也没有办法去点门啊。对呀，你救不了斗牛士就行了呀。 再一次附身传了过来，再次传走，这个2阶给用掉了。但是也还行。现在的话，得让14人先给狗狗那边来一个精神寄宿。你这里如果说是传走了，那边逃脱大师就能把门开了呀。为什么会传走呢？哎，那边的进度现在也已经8成了，直接传回去。进度不够啊！那现在你的距离是不足以能够去拦住桃大师的，为什么会突然最后传走呢？我总觉得雨梦应该是将自己的手滑点错了。感觉那边其实你让14人先过去，你两边来回压不就好了吗？对呀，而且那边那边的陶片被处理掉了。 是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及时赶过去了。那也是恭喜 ACT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这个狙击是不太敢去放娃，提前放娃的，因为会给到更多汲取能量的一个机会。是的，梦幻小咪在我们昨天比赛当中也是在第1回合选了一首。 这首女王风啊，看看前期被追的一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是的，会比较快的进入追击节奏。不过有好消息，就是它可以在墓碑，也就是花园牵制嘛，在这个位置牵制的话，其实就很难干扰到队友外置位的一个破译。来，进入对局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没有想着去找星源儿。其实女王风还挺喜欢去找救人位，或者说是能干扰救人位破译的情况下去找一个人追击的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直接来找猫猫弓箭手，在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好牵制的，但是这个点位梦幻小咪能够操控虫群一直去汲取能量。对的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。第一个龙骨弓没有命中。远程哇，好远！这波是直接预判去交互，直接命中了。是的，这个14再来一个又命中了，熟练度好高。第3根封路。看一下这根第4根没空空了，但是没关系，身位已经很近了。是的，这个位置一个秘弩交出来，直接过板，普通攻击完成快速击倒。对，45秒的击倒节奏跟昨天感觉还是一模一样的，击倒非常快。梦幻小咪这个14的熟练度很高啊。是的，就是趁他这个刚交互完以后，可能有硬直，或者说预判他交互以后一个走位的预判试刺，命中率实在太高了。如果要强行走位去躲这个试刺的话，那身位会丢得很快。是，但这里进入手椅，被小鱼后面过来偷了一下，这个身距有点震颤，但是有后摇一个普通攻击，那看一下这个双弹飞轮能不能给他更大的牵制空间。直接飞过去，直接贴脸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个14命中的很快。是的，压力很大。其实真的龙骨弓，即使是命中100%的一个撕裂值，其实也很难再牵制了。对，主要也是这波贴脸贴的太快了，猫猫其实它这个身位很难去交出飞轮，所以也是选择想龙骨弓命中核心，命中一波，但是这个身位实在是太近了。第一波手艺。救援上其实掉的状态不是很多，后续再由魔术师这里梦露再来套一个化险为夷的话，我觉得要补状态的。对，但女王风的一个排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。看这波已经2阶了，能直接命中吗？热杀风球，直接中了，救人有压力。对的，魔术棒还在冷却，自己也没有飞轮去规避。梦幻小咪一直在找角度，能找到吗？第2个魔术棒逼出来了，一个 PA， 哇，差一点打出恐惧震慑。那这里也是龙骨弓成功命中核心，还有这个飞轮，看一下这个走位能不能躲掉，一直在交互。但是这个位置还是太差了，是双11是梦幻小咪非常好去交14的位置。虽然顶掉了14，但是普通攻击你是没办法再规避了。求生者确实是选择了补充状态，而且魔术师上一波其实救援来说是比较小赚的，毕竟算是一个只吃1/4伤害救的援嘛。后面只需要把守墓人状态补上来。现在问题就在于密码机实在差的太多了，而现在女王风的一个追击能力来到2阶只会更强。哇，这个位置直接拍到梦露，直接贴脸，梦露手里只剩1根魔术棒了。
那就看一下这里短板，这甚至还是台遗产啊。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梦露其实带不太走，又没有牵制天赋，又没有道具了。是这个位置再往前面走，能量汲取完之后，热沙方舟马上就冷却完成，架死在这个点位了。没有办法转去了。这波已经是死没中哦，中还是中了，是等了一会儿再交的。哇，梦幻小迷这个操作还是很稳的。是的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可能选手会在说自己热沙方舟结束那一瞬间缴出应急14。但是梦幻小迷这边那个操作也是非常细致，他是等了一等，判断清楚了这边魔术师的一个转点思路、一个方向之后再交的14。是的，这里已经是能看到求生者触发了2个化险为夷，所以求生者能携带的化险为夷数量是太有限了。那接下来只需要梦幻小迷每一波手乙的时候，保证手里有人，一直挂在这个甲门遗产，求生者密码其实远远不够的。没错的，看一下这波一直在排人。小玉也不敢轻易露头，他只能压满救。是，可能这一局要考虑去救一波，跑一个，甚至来说我觉得没必要救，因为魔术师实在是没有什么拯救价值。救他的话，密码级压不好，只有风险没啥收益啊。但看起小玉直接还是选择过来救一波，毕竟魔术师下野是有一层小的魔术棒的加成的。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想要去封路，但是一波震颤直接打断，很漂亮，这波救人救的很漂亮。那这样的话，哎，这样救的话就有收益了。无伤救，同时还给到梦露有一个稍微牵制一下的说法。对的，这2块小短板还能再苦苦支撑一下。但是这里的14次，因为是模型低矮，所以说命中率非常之高，也能看出来梦幻小迷的女王风熟练度非常高啊。对的，对的。现在的话就看梦幻小迷怎么样去争这个4抓了，2台密码机都是一半。甚至这边其实是有一定的拉扯空间的。是的，神坠就只能继续补充道具了。哎，这个热沙分者有感觉能排到啊。看到了，但是神坠还是比较远的，而且手里有护腕有枪。是的，神坠的一个牵制道具还是比较丰富的，然后甲门也在给压力，只能回防。2个人资源还在，对，梦幻小迷得赶紧选择追一波了，因为再不追的话，可能说2台密码机的拉扯，其实梦幻小迷挣不到什么便宜。能量还挺多的，他其实想消耗一下求生者道具嘛。那开门战的时候，手上只要有底牌在，可以切个船，也是有机会4抓的。对的，先把小鱼逼走，再回来找神坠，走位扭一下，这个位置也是女王风的一个非常好命中14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就是你又要走位躲，哎，一杆信号枪命中，那这样能走2楼。护腕想省一省嘛，因为神坠这局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，所以说即使甲门密码机压好，他也还是要尽量保证自己是一个站立状态。没错，这个位置应该是想选择直接亮了。哎，还不亮吗？哎，不亮的话，感觉是想可能会亏啊。实体刀，对。但是梦幻小迷这里不打的话，还是一个飞轮。哦呦，差一点。恐惧震慑。那这样小鱼还不能点门啊。但不点的话，好像也被排出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刚那个位置就可以早点亮，因为幸运手里还有护腕有飞轮，其实是可以接受那一波的牵制的。对，感觉还是不够果断了。那这里一个热沙风球先来排一排进点门，再一个移形排远点门，耳鸣马上就亮，耳鸣亮起，消失一瞬间，确定了小玉的身位啊！这2波一定是排出来了，蹲的位置很考究啊。但往前面再走2步，耳鸣消失就绝对能够知道你在后面了。是的，这个位置耳鸣一旦消失了，那再回头听到耳鸣就确定位置，但是没有往里面想，他觉得人在绕大模型，是觉得绕出去了。那这样的话又不知道能不能排到了。而小鱼的话，这里还有一个残的铲子，说不定有机会走地窖呢。是地窖也很近。看一下魔幻小迷这个时候要回头，还想去排这边门的人，方向其实还是对的，但是这波时间不太够了，幸运马上就要淘汰了。又响了，那应该是知道具体的位置了。特别尴尬的，梦幻小迷刚刚能量耗尽了以后，没有办法去交自己的位移技能。对，那这里一个残铲下来。有一波震颤的机会，这波地窖会很近。对的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把他从地窖旁边打出去吧。一个震颤，哎呀，蓄力刀没有命中，差一点点。我相信对于梦幻小迷来讲，这波排人很容易迷惑到求生者这边的一个预判。对的。那来看一下，佩佩也是选择了女王风。那第一回合就是双方监管女王风的一个对决。
求生者阵营，对的。那区域选择其实大差不差的，同样的幸运儿选在了靠近花园的位置，开局可以拉进花园。也能看到，其实现在监管者不太会去扎这个貌似好抓的幸运儿啊，因为知道如果一旦被求生者拖入。来，进入这局看一下，也是没有往花园的方向走，而是来这边直接找马尾。那这样的话是直接进入追击节奏了，因为马尾这一局选在了中场，有一定拉舔空间，但同样的最终牵制的点位还是同样的在甲门。只不过这个身具相对来说有个大模型绕，前期是次一个抽奖的机会会少一点。但同样的，这个时候佩佩也是汲取能量的好时候嘛。能量已经很多了。看一下地波试探没中。走位。对，马尾也一直在加速去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个身位去躲。哎，这个位置佩佩好像预判错了，预判他的一个走位。那这里不敢交互是直接云门过。很聪明，这样的话距离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。不太敢去当面交互的呀。对，看这个位置再躲一波，准备回头打指哥，但是点刺没有点到。这个指哥没中。是次平地的话，命中率就没那么高了，因为求生者会走位。但这里飞轮也小失误了一波，没有抵挡掉伤害。再一个弹射加上转式的移速加成，这里在云门过有逼出闪现的机会，直接交闪，是次走位躲掉，那这样普通攻击击倒，比上一局的牵制时间是多出了20多秒。对，但你看密码机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多，主要也是佩佩这边选择往中央走的话，求生者这边得要有2名求生者都要去拉点。密码机就修不了特别快了。那这里想要让莫名先来救第一波，已经做好了救援的准备。很稳，交出怀表。那这样的话，第2段有点难吧？如果要被试次提前命中，有可能救不了的。但还好走位都给躲掉了。那这里给到1刀蓬头攻击，那受伤加速过去以后，还给到2次牵制空间。看一下马尾这个位置，弹射弹起来，距离还可以。但这个试刺能躲掉吗？没躲掉。这里交互基本上必吃，再交互再吃，没招了。你看，一旦身具不是自己理想的那种的话，那就进入了监管者特别舒服的一个交试刺的身具了。而且这边能量已经吸到了84。对于下一波首乙来说，就更有首乙的一个机会了。挂到这个位置，有可能刚刚是能够猜到陈某人的点位的。看一下这波会不会直接去排陈某人。感觉很容易就排到了。对，但木偶师的一个救援的话，只要我觉得不在第一波试刺命中前打断他的一个交出路易，我觉得还好。路易呢交出来应该还是能稳稳救的。对，这波风群一直没有去消能量，交了，再加回来命中。第2个试刺命中到了路易身上，是这里果断直接掏。那马尾这里也没有一个牵制的说法了，只能说化险为夷，倒到一个椅子能挂的久一点的时间。对，但你看这一局由于有幸儿在外面爽修的一个存在，导致说第一波淘汰的求生者这边已经修完4台了。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求生队伍，他会选择什么？他选择2个人合修都要让什么？让密码机最后只差1台整，而不是差2台。差2台的话可能会出大问题，监管者可能干扰1台遗产就出大事了。是，如果只差1台，传送落地，木偶师把里面大幅状态抬起来了。他预判求生者2个人在即将要修的密码机附近调状态。是。看一下过来，直接找莫名手里的，这波也是非常危险。怀表交了以后，直接被打出失乐园。是2段表摇出来，但是这个位置虫群一直在探，下一波表不是很好交，那这个点位可能说还是要被快速击倒。对，拉开身具，不给他摇3段表摇到的机会。那道具都已经交了，另一边密码机才刚开始修。感觉莫名这个位置也是要准备倒地了，但是求生者这边也很快，他是2名求生者开始直接分修。是的，只差1台密码机就是可以做到这样去2边同时给压力，无论你去给哪一边压力，其实后面都可以打一个平衡。没错。终究有一个位置，它可以作为中间位去打一个拉扯。是佩佩不想给到求生者那么多的节奏机会，所以直接过来去找陈某人。另一边大副没道具，在开门战是有机会能够快速处理掉的。现在就看这一波陈某人必须要把节奏扛住。另一台密码机才50%，这波真的能撑得住吗？大副这里应该是可以考虑去补一下密码机，然后安排幸运儿过来准备救援。但这样的话大副也很危险，因为这个位置到时候热山风球是能够砍到那个中场的位置的。
能量不是很够，但求生者其实没有能量的一个具体数值判断嘛，我觉得这时候该修修。因为如果他过去再击倒莫名的话，那这边救下来以后也可以继续去打一个拉扯。热杀风球直接出动去找莫名，莫名那边密码星马上就要点亮了。是的，直接亮，不给机会。还是想提前击倒，因为莫名这里大概率是交过绝处逢生的。是，这位置加速能中吗？普通攻击差一点点，还是没抽到。反正现在莫名是满状态，所以说他可以无视4次给到的一个追击压迫，我就硬吃就完事了。但这里电车卡了一波，不给他走位。这局对于佩来讲手里有传送，看他这波排人手里能量是非常多的，传送直接落地，门口有耳鸣。是的，而且他已经把自己的虫群放在了那个另一个门，这里沉默人直接接了一刀平普通攻击。感觉还是很亏的，因为另一边虫群其实还没过来，没收回来，加速，对，相当于是直接吃了厂长一刀。他一个热杀风球可以直接位移到虫群的位置，再去管另一个门的。是，里面摸起来直接开始点门，这波热杀风球直接回来非常快。是的，看一下要先来谁，先来需要去救人的星儿。星儿这里还有点球，但是进这个短板的话，我差一点被抽到刀，另一边门已经60、70，很快。是，陈某人其实也撑不住了，想去管门这个位置有地胶的呀，很糟糕了。但木偶师淘汰还有一段时间，去看一下小叶明他后面有没有机会去走这个地胶了。拉球，最后一点点球皮，但是时间还是差一点。对，因为人挂飞以后，哇，极限地窖口捞人，对，特别极限。人挂飞以后，他其实地窖开局还需要约5秒的时间，所以说这一波小叶明还是放在像鬼屋的一个位置，可能会选在鬼板。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其实这一局的话，你鬼屋无论是斗牛士还是心理，我觉得都是可以前期快速进入追击的，而如果去也是可以说是平地起飞嘛。对，如果说回溯出了一波小节奏失误，可能说就给到对手有一个牵制大的空间了。这里是直接冲着起点的心理去。这个悬念奇器也可以，主要也是站在这一块就能够把求生者都逼死在这一个点里面。不管是选择归好，进入对局来看一下这边佩佩是选择直接去找陈某人。就看这波陈某人的博弈了，但感觉这个位置没什么好博弈的呀，对啊，吃一刀了，没牵制天赋，而且都是小短板，是，就是吃刀坐车。这里佩佩低头把狩猎本能卡回来，那这里也确实点不了站台，只能看陈某人自己的一个牵制了。对，只能在原地去牵制了。这里有一个博弈，就是哪边下的一个问题。但回速到脸上，第二刀很快，这个位置直接要出锚点，再往前面拉点，想直接去鬼屋绕一圈，看一下这个位置马尾要来操作了。是，布莱塔命中，给到减速也没问题，但这个时候可以换追啊！换抓，对，因为斗牛士交了技能以后，技能中空期它也是很脆弱的，而鬼屋这个地形吧，它是很空旷的，很空旷。对，就看这第二波，莫莱塔再命中，拉开更远的身距，这波也还可以，主要也是掌握好了。闪现击倒这样的一个节奏，对于佩佩来讲非常舒服啊！开局直接把心理打成了一个半状态，并且也快速的处理掉了斗牛士。是，你可以看作是1分钟里面拿了4刀，因为心理那里就已经占2刀了。对，而且电车、过山车也是直接到了2战嘛。回头不着急，这一波还是可以在以前打手椅，不用出去拦。看一下小一鸣这个位置也要过来帮忙，直接给一刀。幸好没打的这个技能，再来一个远程强风。哇，这一波其实时间卡得非常好啊。对，对于这个普通攻击的恢复后摇的时间把控得很好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斩步，我看一下这波招引斩步，想直接去骗，能卡个6、7秒。那就等斩步结束，那人有没有可能偷偷溜了呢？马尾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，但是再来个布莱塔命中，对。那这里被击倒也算牵制出了化险为夷多一点点的时间。这个位置能挂地下室，但肯定不会去挂，毕竟外面留2名救人者的位置都是不确定的。你也得看救人位是谁。对，守墓人地下室如履平地，好吧，我一个铲子我就下去了。是挂了跟没挂一样。
那不如不挂。对，先出来清理一下板子，然后再回头直接去压这边莫名的一个位置。现在对于错误求生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节点，他可以救这个人，而且能套上化解为争取时间，但密码机很明显是抢不太够的。而且后面一旦受伤以后，所有人都是半状态，万一这里击倒马尾淘汰以后，能腾出手来去传送。 再守一波遗产，那求生者要出大问题的。所以求生者现在不抢机子了，得优先去补状态了。另一波也是摸出了一个护腕啊，但是是小一鸣摸出来的。他小罗那个位置可能说可以给到剩下求生者去操作吧。应该是自己后面空气瓶用完以后自己去捡，然后心理跟守墓人互摸，他是自己用了一个暖雨回的状态。是。佩佩这边再去找，看一下能排到吗？ 哇，很精准，耳鸣直接起了。那另一边的话，光补好状态，其实密码机还要跑动一会儿才能去分别修上2台。就看一下这个强风能不能准确命中，以后再去摸哪个自己刚刚摸出来的护腕了。对，尾速直接压货，看看这波板区博弈。哇，抽到了。佩佩还在空闲之余再回头去确定后面的密码机没有人修。是。 因为他现在传送在手里，其实主动权一直不就是把握在佩佩手里的。这波想直接过板，强风顶住，能去把护腕捡到吗？好像捡不到，位置在后面。因为已经把影子架住了这个点位。哎，这个回速暂时丢失了一下位置，但还好。位移能力很强。是给到身具吧？小叶明这个位置要去捡到护腕了。回去捡到了，拿到了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护腕弹出去。 其实这一波真的撑了挺久的了，配合这波护腕，相当于是直接撑了30多秒、40多秒了。对，而求生者这里修亮了以后，也可以准备过来救援。毕竟花了那么久的一个击倒时间，其实佩佩也不太确定你从哪个位置过来。是，而且这波最重要是佩佩现在不太好传，他如果传送出去的话，哪怕会掉人，后面这台密码机也是能修的。对，就在脸上，狮子也是一台遗产，也还有点进度的声音。这里直接排到莫名了。 下铲直接逼救，密码其实现在差的很多啊。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快速的把这边的人打残，然后去逼迫救援的话，那其实还是很有机会在开门战前再次减员的。是。看一下这波想去处理谁？佩佩想要去打道具。守墓人手里的道具全部打干，现在是可以去针对守墓人了。对，换抓，而且这里帐篷应该是地下室。这一波的话是可以挂地下室了。气象这里也没有回光返照，我觉得应该是打算要卖，或者说移情一波再来救援。但是没道具，佩佩是心知肚明的呀。如果你补充上了状态，那位置直接传遗产。想要去找这边心理，对，这波思路非常好。是的，但是心理看看这个位置能牵制起来吗？手里是没有锚点的，只能靠着板去博弈了。对，还是死亡短板。这里很稳健，还在骗，还在抽，一个抽到了，下，最后还是命中了。是另一边把人救下来，那这样的话，守墓人可以强行去补，然后气象再来绕远，但是气象还是那个问题，没有回光返照，下一波救援很容易成为突破口。而且我觉得佩佩这里甚至是有可能要打疲于奔命的。对，直接放下来，没必要挂呀。对，然后再去找人，很好的想法。这波求生者的思路完全被打乱了。破译的有压力，而且他其实可以把人全部打残以后再去打手艺节奏。另一边的气象也只能先选择摸心理，让心理再去补机子。是。那这一波的话，莫名只要多撑一会儿，还是有说法哦。这里是补道具，没去摸补道具。看这个道具能摸出来什么？心理另一边交出了自己的绝世附身。那现在对佩来讲，节奏只要拿到这一刀，在30秒内拿到，就稳稳能够去拿下胜利。哇，这刀抽到就可以回头准备挂人了。心里是刚补上遗产，然后这边气象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只能说是卖了。对，但是这边交出了自己的第2个绝世附身。感觉还是拖不了太久，这个位置能进板，能拖中最后的时间吗？我觉得够了，还是差一点。我觉得够了，就是这一波，就是可能一会儿气象卡在桥边，对，就直接走了。是。不能给到佩佩4抓的机会，那就是干脆自我牺牲一个队友去卡这一波佩佩。对的，另一边小一鸣也是再度摸出了一个护腕。那这样的话，沉默人就硬着头皮点
你传了的话就比较难击倒，以后再回来收了。对，看一下佩佩这个时间点能不能卡住吧。但是这里是2挂，排了一下地点，传送过来，想要快速击倒，这波直接非常快的击倒了。那这样还有回速回终点的可能性。对，耳鸣就在脸上，心里是没有自己的一个自己了。对的，但这波排人是给交到点距离，过去把人能救下来。佩佩有点着急。同样的守墓人没有绝处逢生，如果先击到守墓人再去找七下，还是有4抓面。对，这里是想抓小夜明吗？对，想管门，先不着急。这个位置直接击倒，那这波击倒得挂，得挂。嗯，那就看一下生死时速了。守墓人正在往起点路赶过去以后还要点至少1半的门，也就是说至少花9秒时间点门。是。佩佩这里挂上人以后。快马加鞭的往起点赶，就看一下谁更快了。感觉求胜者的距离这边还是不够的，守墓人这个位置只能去先点门，只要佩佩这边隐约不失误，应该是能赶得上，速度非常快。对，另一边马上要贴到门了，但是佩佩已经到这边半场了。他选择先摸人，那先摸人的话可能就要出问题，门一点没点，那一点机会都没了。门也不够，他想的是强行点门，然后另一边想去坐2战车吗？但是另一边。小夜明飞了，是陈某人这个位置也是被架住，来不及了。两名胜者都是没有自己的绝处逢生，再度击倒，最后是顺利拿下一手4抓。在第2回合上半场是抖我说闪现，得要好好考虑一下。对的，因为这个阵容名牌看上来，可能说要去处理的话，只有带兴奋去处理空军这一条路，不然的话，其他说要去来看一下区域选择。哎，是点在鬼板往鬼屋去冲，整体的一个选点位置，我相信大家都判断差不多。终点站肯定是给到病患，电信桥也是给到佣兵，起点一个心理。只不过这一局的监管的，来进入对局，看一下梦幻小迷这边直奔这空军过去，空军也是第一时间离开了尖叫屋，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快就要贴脸了，信号枪是比较好命中的，对，得交枪了。再去鬼板牵制吧。梦幻小迷这个位置也很细节，知道你要交枪了，我提前去把我的隐约跳出来，去拉近跟你的身距，哪怕进入 CD 也没关系。那这里短板还是该踩得踩。在闪现好之前，这个位置回速感觉有一刀了，有刀。还是比较快的，40秒开到第1刀。是的，其他3个位置其实落地也能够马上进入破译节奏嘛。也一直在全力破译。没错。空军应该是马上要倒了，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太好牵制，直接过板。没错，而且也没有去打板冲博弈嘛，还把闪现给省了下来。这一波的击倒对于梦幻小明来讲，可以说是打开了多抓的第1步，但是4不4抓还要看接下来的救援。那这一局心理携带的化险为就很好用了，因为你本来在起点有可能挂上空军以后就要被干扰你的破译，那与其这样，不如让其他的一个位置远端的人继续破译，自己准备卡着过来救一波。但梦幻小明这个排人还是非常精准的，这个位置已经把心理锁定出来了。是空军毕竟坐椅子还是比较有这个时间的，所以说逼救。过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想给心理在第2刀，但是一个锚点直接逼出来。再往起点去倒，然后心里可能要选择修一台鬼屋，新的一台修了。对，刚刚也是看得出来，猫猫这波操作也是很细节，他想着去用自己的肉体去把梦幻小迷的隐约卡断，但还是没有撞到嘛，还是比较可惜，还是逼出了心理的道具。对，2双的密码机修到了56，到时候还得去换人来补。佣兵也刚好破译完自己的一台，准备过来救援。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。不要贴那么近，贴那么近反而要被逼救。对，卡在一个中等的距离，毕竟自己有护腕也能完成位移。是被逼迫了就去救援，不被逼的话，其实这波其实甚至说可以考虑等一等，看看监管者的位置。已经绕过去了，护腕绕了一个2战下。其实面对这个歌剧演员的手椅拦截啊，反而是要多等一会儿，就是等到他影子消失了，没办法打1刀以后再回到椅子面前就行。看这个位置，想要去打小鱼的双倒，逼完一个护腕回头。再来管猫猫，猫猫这里因为是没道具了，然后牵制天赋基本上也是暴露差不多，不用担心他的一个牵制，所以说每一波他都是更多的去把外面救援的位置的道具逼光光。对，
那求生者这一局其实因为化险为夷的一个规划非常到位，所以说密码机进度真的是挺多的。最后3台其实都来到了70、80的一个进度，而且一直在破译。是的，佣兵那台可能会少一点，会差大概20%左右。神坠这里没有提前进行拉点，鬼屋的位置其实很容易被快速击倒啊。对的，而且也本身没有回光返照，这个点位可能说是非常危险的。是，他是不太能导到自己的遗产的。还是倒了。哎，或许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病患过来，这个触发化险为夷以后，强行抢亮脸上的机子，因为2个人也没回光返照，他们的目标只是跑一个，对吧？起点的机子一定要压的。没错，底牌已经切过传送了，也没有办法再去把时长交出来。看一下佣兵另一边已经要去补道具，准备打开门战了。那这波就是选择让病幻想来强行点亮。反正就是没回光返照，我化险为夷也就能够硬顶着修，心理来修。然后心里尽量倒离起点。对的，进入3人开门战，另一边小鱼是摸出了一个护腕。但这边伤害叠加了，那心里开门战就要直接倒地。应该豹木看到了梦露的位置，梦露提前交钩了。看看来得及吗？这里传送还没好，起点管不了，至少跑一个呀。是，他还是想尽可能的去多抓，分担一下小分的压力。看一下梦露这个位置的牵制，模板，梦露手里还有个钩爪，直接穿过，再去玩滑梯来得及吗？距离够吗？差一点点。那神坠这里还快自愈起来，他是有绝处逢生的。梦幻小迷也只能先挂，因为回去万一心理自愈起来就是。还不太好，哎，看到了。那神坠的时候就得往角落走，去拖这边病患的自愈了。鬼板的板子其实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这个位置很难牵制。神坠拉近的很快，马上要博板，看一下这板子踢掉之后，就可能说只有单板博弈的份了。对，这里要倒了，而且没有绝处逢生。另一边佣兵在摸，佣兵要考虑要不要摸起来。佣兵手里还有护腕是能够强行出门的，但是病患这边可能说有点危险。应该不会给到4爪面吧？这里小鱼只要护腕不失误，对，也就没问题了。另一边再拉走，你如果继续击倒的话，你击倒病患，病患是被摸起来，所以你还得挂。挂了以后，另一边其实心里又有可能被佣兵摸起来，对于梦幻小明来说不太舒服，能够去拿这个。他也卡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他不敢走远，因为一旦传送落地，佣兵手里没道具很容易被拦。他只需要留在门口就行。对，现在来说，我觉得没必要去摸吧，摸起来反而有传送，万一挽留再给佣兵来一刀，真的有可能4抓。对，真有机会4抓。跑一个已经是完成任务了。是的，因为上一局佩佩已经拿下4抓了嘛，所以说跑一个已经是有一个积分的领先了。没错。那回头再往这个方向走，排到了心里，直接拿下3抓。在第2回合梦幻小迷后手上场的情况下拿下3抓的话，版本的优化之后，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会好很多。对，没有那么短快了。是的，就。对于梦幻小明来说，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压力压到自己身上，也不是说他必须4抓这一局才有翻盘的可能。他其实只要突破对方的一个求生急，用蝇头小利慢慢去多攒一点充能，等到这边逆技的时间结束，然后再去进行追击。对的，一旦你逆技结束了，那你就是一个白板角色，而且中空期非常长。来进入这局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要往右手走，去找这边的神坠。是，毕竟这个阵容里面神坠的回速度可以说是最快的。前期先攒攒小技能啊，然后干扰一下中场的破译。中场你能看到，其实火的调查员也在防范。这个位置跟的还是很死的，哎，但是也在回头想要去找梦露吗？一直在盯梦露的位置。是，但这个时候已经秘技花费一半了，我觉得应该就4抓了吧。是，等差不多了。哇，这波抽刀判断的很仔细，没有视野的盲视野，而且所有技能都没交的情况下抽了一刀，那这样神坠的牵制压力更大了，直接把模型全部开掉。前面2波碎石，看一下这波藤丸的命中吗？藤丸绕得很紧，但是哇，直接抓到了，山路18弯，藤丸拐过来了。对，1分钟直接击倒，而且中场是开局不太敢修。密码机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，这个节奏对于梦幻小明来讲可以说是开局非常好，但是逃脱大师有自己的逃脱术，把神坠移到了比较偏向大房的这个位置，那就
好消息，外面有很多的化险为夷，可以慢慢的一个个去交。对，可以让梦露不着急往前面去靠一靠，甚至说这个身具都可以不用去交悬停了。是的。 可以省一省道具，那这里的话，飞轮直接过掉，那这样的话天赋也露出来了，得小心。再咬一波，3秒钟碎石，哇，直接逃，直接救下来，非常漂亮。但是梦露天赋已经被露出来了，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移形赶路，这里已经进入逆击了，用了一下这个香薰手杖。手杖再骗了一波，梦幻小迷也是紧紧跟随，没有被迷惑到。看一下这一波，想直接把神坠炸出来，但是神坠直接往前面闷头走。再来一个迷烟炉，哇，这样双头视野影响，还真就不一定能判断出来人的具体走位。好像把身具拉开了。 这里有一个交互，那有爆点就不会跟丢了呀。但是这个身具还是太远了，已经牵制住化险为夷时间了。对，而且这波蝇头小李哪怕碎石命中了也没用，只能说还得有一个碎石。对，能够让神坠拖太多的时间了。这一波把弹射交出来，又能多一圈。是看小鱼准备过来，还要再来操作吗？第2波迷烟路来了，碎石没有命中，还隔着一个交互点。是弹射再出来，还有加速，这个位置第2波没命中，还能短板博弈，还砸了个头，砸中了。 有机会把逆击拖出来了。是的，第2波逆击再度出现。天哪，这波完美的2次牵制，还有牵制的一个上限。是的，配合逃脱大师2波隐身，太漂亮了。再来一个反弹，看一下这个碎石不能再空了，直接交。神坠还有很大的牵制空间。是的，现在梦幻小迷手上没有任何的小技能呢，再开个门。对的，但这里的话还有弹射，距离再度拉开。 密码机已经最后2台都快好了，是这波牵制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在最后蹭一刀实体刀，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何况这个法罗神坠其实携带了回光返照的，也意味着只要他和化险为夷，那就必是4人开门战。对的，即使他知道飞行家是没有回光返照，但是这一局跟飞行家已经没关系了。节奏实在是差的太多了。 已经压好了，是再一波逃脱术，移到离门口更近的位置，这样的话下一波救下来，法罗女士往墓地走，逃脱大师能够更快的去贴到门。对，晚一点就让队友贴门。看一下，直接把被动打出来，逆击也出现。现在对于梦幻小迷来讲，两难的抉择。一个抽刀，但是可以直接亮啊。是法罗这个时候再到2板去，只能闷着头追。另一边小鱼直冲大门，看下去来得及吗？应该是有幽闭，点门还不是很快。但是这里神坠还全部交出来，逆击再骗到了一波回头。梦幻小迷这个位置没有意识到有地窖。这里怎么说？逆击再骗一下，直接冲地窖了。时间快到了，被炸出来了，没有擦刀。牵起来，但是对于 T 的速度求生者来讲，你已经完成了3跑。香薰手杖骗到，你反而是要去慢慢的等他现形以后再进入追击，会好一点。对，慢慢跟他。佩佩选择了一个艾维啊，那这样的话可能更边是刚好相反，把法罗放在右边，建国者也是这波直接堵到。然后弓箭手的话，对于时空阵营来讲，能够去断他节奏的一个能力可以说是非常低，所以这一局对于佩佩来讲，这手时空阵营。进入这局来看一下佩佩这边的追击目标，往中场走，可能是直接想去找弓箭手啊。弓箭手这里的话很自信啊，也是没有进行先拉点一个提前的拉开距离，位移秘弩出圈，防止自己侵蚀度在60以上。是，但其实这个距离对于佩来讲也是可以接受的。追力马上起来了，身距拉得很近，这个位置要搏板，看一下直接喷中，命中第1刀，很快。是的，这就是角色克制了呀，因为你的龙骨弓也好，秘弩也好，都是要有一个镜头的指向性，你才能去命中监管者的。对的。主要也是这波沉默人可能说被干扰到了，然后密码机也会掉很多。再一波一速本相没有命中，弓箭手马尾这边直接把监管者带到角落来。尽量去拉开距离，还是看下一个闪现的博弈了。短期呢应该没什么说法，因为第1刀拿得挺快，技术也还没好，现在好了。佩佩在这个位置也一直在吸自己的追猎起来，看一下逼迫，我想是直接喷一波，但这波没命中，被躲掉了。但现在的话，可能说要神闪，第2波再躲掉90的侵蚀度，把闪现逼出来。是的，那16能吃闪就有26的可能性了。对，这波马尾的思路也很好，一直在用自己的弓箭去压迫佩佩，从而导致第1波佩佩本体的异速本相空掉之后，第2波哪怕
怕侵蚀度很高，然后再配合自己的视角去改变了自己的动作，是的，从而骗出了第二波伊斯人的一组本相。密码机也是接近3台吧，应该救援一波以后至少是3台了。对的，也是让飞行家准备过来触发第一波化险为夷。是陈某人一个3连喷直接喷到椅子面前。 那这一波救人还是要一波小心，对绝对不能给到震慑。第二波80，哇90有感觉有双刀可能性。那双刀打出来，弓箭手就一定没有再多的牵制空间，所以得要帮一帮。保队友，直接一个龙骨弓命中。是因为一旦给到这波双刀，手里的存在感马上就能够开2阶，开了2阶，弓箭手就没有牵制空间了嘛。架在点里，还有飞轮可以卡，但是这里直接一个伊斯人。 一组本相命中是，那就没说法了。是的，再给人挂到角落这个位置，其实感觉飞行家也不好去有一波下一波的牵制空间了。主要是小花园这个点位对于他来讲不太好去教自己一个道具。再套化险为夷呗，就看一下套化险为夷以后，飞行家能不能找一个2阶落地，直接先把外面节奏衔接。对，但是会有个问题啊，没有2阶的话，后面还能续上弓箭手节奏吗？但弓箭手还是有飞轮的。对，其实佣兵这波来的稍微晚了一点，能够说伊斯人先跟上去，给到这一波的一个寄速。然后马尾身上没有侵蚀度，下一波就要看看这个侵蚀传送怎么样落地了。马尾这里其实可以找个柜子什么之类的。就是不给你激速，那你就没有办法管它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其实也是等于把自己整挂机了。对的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如果还在原地徘徊的话，下一波时间会很紧凑。这一波直接喷救援70、80侵蚀度，没有去想着手椅，想着还是要去处理弓箭手，但弓箭手这个位置能够出圈59，没有打断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不敢看，不敢看，真不敢看。这能命中吗？躲掉了，但还是看到了一个飞轮，还行。本体没吼到，伊斯人在吼第2波也躲掉了，这波马尾操作出来了，但是身距很近，应该还是要被击倒。最后密码机还差的比较多，应该能够减员。是。那佩佩只要能保证开门战前减员，保个平，对他来说难度不高。何况现在闪现还好了，这一波伊斯人过去，你这个密码机还不能强抢，已经在选择多修。是，飞行家也是上过1次挂的嘛。那这个位置其实对于佩来讲就不着急了，慢慢去控一下密码机，并且用伊斯人去找一找这边陈某人的一个行踪。对，看能不能消耗一下道具吧。求生者这里已经多修了，来回得拉扯一下。减员以后，其实伊斯人的一个逃骗压迫就没那么大了，他的一个持续时间还有这个拆的时间都会更快一点。想要去找佣兵，一波侵蚀传送落地，86的侵蚀度。一个护腕，不给闪现机会。好，被伊斯人吼到了，那这样还行，能进板。对，佩佩稍微走远一点。对，隔了一个模型去拉满的这侵蚀度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也看到陈某人的位置了，到时候就是要去针对陈某人，毕竟配合闪现，去保下平局应该不成问题。没有侵蚀传送，这波应该是铺垫开门战了。没想法，两边都能压。就看这个开门战谁更有耐心了，因为打现在的一个艾维，真就是你还是得该拖挽留拖挽留。对，现在佩佩也可以不着急，慢慢等一等，拿到外面这边莫名的一个位置信息，2台密码机全都压好，那佩佩也大概猜到，先多补充点道具，对吧？万一自己道具也消耗完以后，还能再去补充一个道具，那才有一个3跑的可能性。是的。必须拖挽留，但现在摸出来的道具好像都没什么作用，一根魔术棒还行，但是佣兵摸了根针，再翻，不能等，不能急。对，陈某人这里也不怕，有本事你就开门战前把这个侵蚀传送用了，对，就开门战以后。艾维是特别忌讳什么？就是你直接寄速以后侵蚀传送落地的，这样伊斯人跟本体会在同一个位置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再去管另一个位置了。是，另一边小佣兵又摸了个护腕出来，到时候可能说要让飞行家去操作一下。是，应该是围绕着这个闪现去。对吧？你伊斯人能管住一边门，然后你闪现击倒一个人，再用伊斯人去管另一边门，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循环。是的，现在就进入了双方的一个拉扯阶段。哎呀，就是想办法把全图的这个箱子给他摸了。对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
漫长的一个对局啊。甚至到时候摸到自己心仪的道具记一下才去捡。对，现在的话就可能需要靠求生者这边去搬运道具了，但佣兵要压机搬不了，只能说那些道具留在原地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求生者是摸了一瓶香水、一个魔术棒、一个护腕，再加一根针。只有魔术棒跟这波的一个护腕可能会有点少。其实最期望的没摸出来。对，最期望直接把侵蚀传送用了，求生者这边直接点亮密码机进入3人开门战啊，然后伊斯人留在大门，大门应该也还不能点。陈某人这里看到屏幕一黑就知道伊斯人还在大门。对，然后小门这边也是有人一直在卡尔明在运道具。其实最好的一个牵制艾维的道具还没播出来是什么？是怀表。是怀表真的太有用了，你闪现都不太好交。对。如果说护腕跟魔术棒其实都有失误的风险，但是怀表是肯定最稳的，甚至都不给你计速嘛。这个位置远远的应该是能看到陈某人想要去直接追了，因为再拖下去的话，其实佩佩也知道求生者的挽留拖完自己要出问题，对，所以说还是要找机会一个技术传送过来。这一波直接命中，飞行家好像技能没太交出来。对他想交自己的护腕，但是没找到角度。常导致说这一波异族本相直接命中，直接回来吃了一波普攻，是还能去管住小门，他14人还来得及去小门，但是法罗就不太好去处理，主要也是用法罗去看一下佣兵的位置。看到佣兵在点门，我觉得是可以过去的呀，可以过去了，现在就可以过来了。对，然后看一下闪现敢不敢去盲敲一波。佩佩追得很紧，2个第二波骗到了一波，但是距离够吗？这波交互肯定要有闪现。佣兵已经去救援了，是，血线很急，但是成功救下来，然后变成了一个香水佣兵。还有机会吧，其实挽留马上就结束了，26秒，求生者这边的话，两边门都点了一半，飞行家还有护腕，其实可以给小门压力，然后陈某人再过来给救援压力。对，这一波飞行家有护腕，其实佩佩是不知道的，他是觉得飞行家可能没道具了。我觉得斗五就是放开了打呀，他们可以冲着3跑去，哪怕被4抓也行。对，现在陈某人就这个时候一个护腕弹开，看一下有没有再去牵制地窖的说法了，因为接下来得赶紧点门，陈某人已经没有道具了。是，但这个位置追猎起来打断了吗？打断了。恐惧震慑，那求生者这边就可能说没有太多的操作机会了。是的，并且这个角落可能说离2个门也比较远，很难去争到一个多跑了。那再次挂飞，这里还有多抓面，伊斯人管住小门，然后本体大门应该拦不了了。然后这里小月明是有个香水想走地窖，已经被排到位置。一个落地下来，没有侵蚀传送升到的很多。对，这边直接预判到了，直接逃出庄园的话，到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平局。也是恭喜 T 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这个地窖还是很有说法的呀。我们看到捏捏的话，他那个面板上常温角色是有一个艾维在的，所以说艾维其实在捏捏的4大天王里，他的一个优先级是非常靠前的。没错。但是也是经过版本的一个调整之后，就看，也是为了保证到结石这边有一个足够进入到墓地的一个空间嘛。是的。然后年年这边是选择在了独栋的下方的一个位置。那本身时空之影的话，前期也是以干扰为主嘛，我先边走边控，然后让你们前。好，来看一下起追的话，也是先把伊斯人给释放出来。往中场去拉。那狮子这边的话，也是果断放弃掉了中场的一个密码机。看一下小草帮忙下了一个板。对的，那这边的话，其实起追目标也会找一下守墓，看有没有节奏啊，选择落地直接去招古董商。对，因为其实古董商跟时空之影之间的博弈还是有点五五开的。对的，你毕竟要回身去打棍。那中场这个位置的话，先给上了3棍。对。那这样子应该要选择主动进入到逃骗范围内，然后把侵蚀度点满了。是的。这个时间的话，应该也是优先去触发这个满侵蚀度的。对，但其实也会有个问题，就在于说，你哪怕这边真的把侵蚀度点满之后，你出这个逃骗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数值啊。对，下一次异族本相只要命中的话，还是要吃刀的。看一下这边云门先交过去，年年也知道，直接反而过来，感觉有1刀了，91的一个侵蚀度，感觉又要回头顶满，但这个距离有点风险了。而且本身他也没有带飞轮这样的一个天赋啊，所以说就算拉满的话，也会给1刀啊，他就不太能回头了。对，这里回头去打一手指歌，
这边把人给拉开一些。是的，啊，那这样子是尝试到了一次牵制机会了。刚刚的这一波止格还是非常关键的，对让自己的一个倒地时间延缓了好几秒的时间啊。没错，因为他可以用一个本体的一组本相去打断的，但是捏这边是稍微慢了一点。那如果说把人挂上之后，然后再用异次元干扰，其实整体的一个追击时间，我觉得球员方是能接受的。是的，1分半嘛，因为毕竟外面是有个机械师，而且前期你没有管过他，所以说密码机的进度是有一个将近3台。而且闪现也交了，那这样子毕竟没有带张狂，所以说对捏捏来说肯定是不能让无伤救的，尽可能多拿一些存在感。是。那对于飞家来讲，就尽量去卡一下。不过这里还是一个无伤，那你再去跟一刀的话，古董上就有身位稍微拉远一点点。对，但是要2次牵制的话会有点难度，因为这边14人落地之后是一个可以点满的状态。不过他是来到了一个可以交出他的一个弹射的位置啊。对的。那就看一下能不能拖出来这个化险为之外的时间。14人的喷是空了，但是没有走出逃片范围。因为他是想卡这块板，但是这个板在这个逃片覆盖范围之内。对，但是把人再次击倒。那这一波的话，其实外满密码机的进度跟的也是比较快的。对的，有个接实在，真的是破译的太快了。是的。能看到现在如果说再次救下来的话，基本上密码机会来到一个最后20%左右的状态了。因为毕竟守门人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嘛。来看一下守门人过来救援。这波救援对于捏来说还是可以开启自己的一个2阶的。是的。那这里狮子也是想卡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淘汰进度啊，直接是把人扯下来了，还打了一刀守墓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你还是要去专心再去找一下古董商。这个传的稍微远了一点点啊。这个船是把自己的2阶给消耗掉了。对，然后这边的一个古董商你反而是没有办法快速击倒了，但是对捏捏来讲，他可能也想先去管一下密码机。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永眠镇这张地图它跟别的地图不一样，它有很多地方可以卡。对，它是有2楼的位置可以去卡陶片的。然后这边也是等守墓人先把密码机开掉，然后再选择去转到独栋。然后这边的一个2阶的话也是只有10几秒的一个 CD。对。的密码机处于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。2楼那一波也是把人给赶下来了嘛，现在他们需要重新上去，那这样其实还是在密码加好之前能够找到古董上那个位置。闪现好了，选择交闪，那这样子开门战可能会没有技能。对，这一波其实我觉得对于捏捏来讲稍微有点亏。很亏因为本身的话正常救下来没道具，且在那个位置的古董上是不需要交一些技能就可以快速击倒淘汰的。是的。那现在再来管的话，因为毕竟外面是一个满状态的机械在破译，所以说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害怕。但对于全方来说也不想去打太拼嘛，因为外围是有2个半状态。如果说杰斯这边给快速击倒的话，可能后期还是要打一个拉扯的局面啊。这边也是找到了补状态的人在大马路上，喷气背包弹走，但是还是要被喷回来。这里补状态的话，好像离2楼那台密码机是有点太近了。有点近。他可能本来是想让娃娃给他摸好的。对。那这样有一个上挂的节奏，外围这边结实满状态，他同样也是没有带这个回光返照的，所以说地下室的一个飞行家的话，救援上面会有点压力啊。是的。现在也不太允许他们再去开别的，只能把所有的一个赌注压在这台2楼的密码机。但这台密码机虽然你能卡逃片，但是你要被我逼的离这台密码机很远，对，才能重新进行破译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选择想传到2楼，但传歪了。但同样还行，先驱赶嘛，反正14人这个位置架住地下室，你要真来的话我也能回去。也是看到机械过来了。对，2阶打断一下。落地下来60多的一个侵蚀值，非常危险，这个而且状态要过半了，还是卡住了。对，但机械师可能要倒啊，因为他也没有教自己的其他飞轮这样的去顶一顶。那现在就完全是捏捏比较优势的一个点了，因为那台密码机一直卡在70多的一个进度。对，我再去管控一下，你这个机械师大家都是半状态，没有人可以救。对的，主要是没有回光返照。是的，而且你半状态打下来的话，其实结实的一个移速，它没有吃到回光返照，它会比较慢一些。基本上是出不来这个地下室的。再选择传到2楼。这边的话也是喷满出来。那现在就直接再把守门人也给往这边一挂就好了，因为这台密码机对于球圣来讲根本不可能开了，就很大问题了。是的，因为它是带雷手底牌的，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把本体的一个异组本相也吃到了。当时这个情况。那现在2个半状态的人刚刚从地下室给出来嘛，还是要去分配一下，而且一个人都有点救不了。对的。
想要去用本体先站住密码机，手上有底牌，然后见其形势。这边的话落地下来还是给救到，但可以打个结实的针对。另外一边，主要这个密码机碰不了啊。对的。啊，另外一台稍微多一点的，是一个脸上，一个 S 版，一个中场，这3台密码机实在是太近了。这把基本上对于球方来说，要去面临一个被4抓的一个情况很大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这边伊斯人的话，我只要站在一个人身上，你赶过来救我就传椅子，对吧？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其实你也破译不了密码机。选择飞上2楼了，但是密码机的一个状态是89的一个状态，你根本抢不开。抢到90，这边过来闪现落地击倒，再给你挂回去。对，然后我这边伊斯人还可以在2楼形成逃骗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无限压力给回求生者。对。而且结实这边是没有回阳反照的，感觉是要选择强开，但是2阶落地又再次喷满，主要是进度还是差的太多了。对的。这样的来回拉扯只会让求生方这无限上挂呀。对，让他们面临上挂飞的一个人员会越来越多。对。现在是让谁去2楼给这个压力，谁来救人呢？救不了了，专心守野就救不了了。对，这个时候飞行家他的位置还比较尴尬哎，他是刚刚在了一个楼梯上。是的。然后再上2楼给密码机压力。但这个时候你开也不是，不开也不是啊！两个队友一个在监管手上，一个在椅子上。对你来说，我只需要守住结实就行了呀。对。然后完全等到守门人这边淘汰掉，然后给你记住逃骗，这个时候你开还是不开呢？选择卡下逃骗。他们也想打一个信息差，因为你结实这边有没有回阳反照你是不知道的嘛。对他飞轮一直不交嘛。对，落地98的一个侵蚀度非常高。然后伊斯人的话也是先架到结实附近。他们想让飞行家把机械师的他的一个那个自愈给拖出来啊。对的，然后这边也是非常灵性的一个反绕，把距离拉开之后成功击倒。那看一下这边再技术一下，刚刚是压好了，是等待捏捏这边传过来的一瞬间我才提前交出来。对，但没关系啊，反正就等自己的技能嘛。是的。主要是2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点门的一个机会。对。现在就在拿伊斯人过来看住飞行家，然后本体一直跟着，大不了我等这个闪现都可以。没错。手上是有底牌的，所以对捏来说完全不着急，可以去灵活的切换，说闪现啊也好，或者说传送也好都行。这边是要必须抢点门了。但对捏来说的话，我可以计数，然后不去传送。等到差不多一个时间的话，再把伊斯人召回，然后再传送过去追击飞行家。结束，选择直接落地下来。那一个满侵蚀值也是成功击倒。主要飞行家也没有自愈了。对的，传一下中场的一个逃骗。那看一下飞行家，他是一个快要倒地淘汰的一个状态啊。那地窖的位置是在红蝶亭，现在机械师跟他基本上是一个对角线，但是得看他这个箱子能不能摸出来点什么，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摸啊，只能躲在一个角落。因为他必须要消耗掉整个淘汰进度条啊。对。对飞行家来说的话，其实这个淘汰进度条还是有挺多的。而且主要他现在位置离地窖太远了嘛，就算消耗完了，你想要走过去也比较难。没错。那来到这边闪现成功击倒，那也是最终拿下一手4抓。看一下这边选择挂。但是飞行家想要去往那边爬，因为机械师这边应该是一个挂飞的状态，但是飞行家倒地的时候是在门口嘛，对，所以说他不着急，应该还是稳4抓了，就是他不着急挂的。主要离这个地窖的位置还是比较远，完全可以等你淘汰掉了，我再去挂机械师都行。是的。也是最终拿下4抓。就这把最主要的一个转，肯定是想尽办法要去跑一个，是吧？然后监管者这边就拼尽全力去4抓。但这套阵容的话，我觉得要4抓还是有点困难，更多在手椅上面去打多一些节奏才行。对，然后包括说前期追，这边是选择在了双11的一个点位啊，左边就是咒术，然后上面的话是飞行家。其实追飞行家的话，会有一点好处，就是他是很大概率带那个化纤维的人。对。只要把他击到。那看起来的话是直接冲着咒术师这边就来了。对。拐了一下，掉下头，感觉是为了让小果冻拉开不进墓地的一个距离，但同样还是要去找一下角落的顾客。
啊，那魔术这个位置的话，刚好是走到脸上，感觉中场这边的话是没有给到一个及时的爆点。因为确实对于求生的视角来讲，可能不太清楚泪水他到底一个目标是谁啊？因为中场已经去了独栋这边破亿了。对。哎，但这边是想去打一个锋刺的，没打出来，刚刚。但是能量的话也是挺多，前面的话手上魔术棒也没交过。是的。先交魔术棒，然后去搬板。蹭出了自己的一个弹射的一个距离啊！是的，两个锋刺连打，但是过客并没有走那个位置。是的，加上魔术棒刚刚也正好在一个 CD 冷却好之前，所以说还是吃了这个伤害。我看一下，因为前面是没有带闪现嘛，所以说一个击倒时间不会特别快。但交魔术棒是回头吃到了这个4次。是的。再加一个4次深攻击倒。感觉交了魔术棒之后吃的那个4次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。对，应该交了4次往前走也行嘛。但这样子的话是选择挂进了地下室。不好在这把外面2个化纤维的都还在嘛。对。而且包括他们救地下室是有一定说法的。像飞行家的话，救地下室会比较稳定，然后这边是选择让大副先贴过来。因为考虑到飞行家的位置实在太远了。对，他的位置的话，刚刚是来到独栋去破亿的嘛。是的。然后选择教牌表，打下锋刺预判一下位置。第2段能摇到吗？摇到了，但是平 A 没有 A 中。往地下室走，想提前打出来，但是并没有命中，给到一刀。打到了。这样的话还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救援的。状态来讲，回忆也没有掉太多。是的。那这边就选择这个化纤维带走。是的，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空间，毕竟是从地下室出来嘛。那看一下他尽量往果冻那边去倒一倒。整体密码机这一局是比较多的。救援上面没有出现什么失误。那把人是选择往独栋回去挂。对，还是想让回忆这边修的没有那么舒服，以及说让果冻多往这边赶一赶。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，他可以把蜂群放在椅子面前，然后本体过去，但是没有选择，是选择去积攒一下自己的能量。看一下小果冻这边过来救援。对飞行家来说，救援的话是有一定压力，但好在说这局天赋上面是带了一手飞轮的。有一个飞轮的。看一下反哺过来，弹没有打到。想去打一个双倒，但是因为他应该有意识到泪水想去。摊这一手，对，所以说他是直接交了道具就过来救了，对的，反而是让自己这边那个状态很好，以及让过客有了很远的一个身位。是的，还能继续一个2手牵制，这边的话双弹交出来，密码机其实还差一整台啊，这边尽可能拖一下外围的一个补状态时间也行。现在手里泪水他那个能量还是非常多的，对的，锋刺躲的也是非常不错啊，这边再进入到反哺的一个状态，弹到一下隔双刀苦震射。是的。这样的话还是能够淘汰掉魔术，然后外面的话是大副，他的一个状态没有那么健康。对，然后他们也是没有选择调嘛，那因为什么？就是差一整台密码机，然后选择开2台的话，对于学员班来说，他也是可以接受。但这里果冻其实也有压力啊，因为毕竟他是刚刚救援的时候掉了一点状态的。对的。所以现在只要吃到1次失真的话，就会倒地。对。我好在求生那边他们提前的。去多修了第6台密码机啊！只要你交了传送以后，无论你这边撑多久，反正我们外面是有一个满状态是可以救援的。是的，但这边的一个大喷是有点失误啊。对，没有牵制出来更久的一个时间。那对于泪水来讲，还是往遗产那边去挂一挂。对的，能接受吧？因为大家道具都挺多，你这个时候泪水要去换抓的话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换抓。选择是把人牵过去，然后再进行一波追击。对。看一下能不能快速把回忆也给击倒在这里啊？对的，现在有热杀风球，要看一下这边能弹到吗？没有弹到，然后手上能量也在积攒中。第2段也摇到了，平 A 到没 A 到，另外边已经在调状态了，在快摸起来了。是的。第3段表也不能被摇到了，选择拉开距离。第3段表已经结束这个时间了，现在可以变成热杀风球过来啊。这边4次。选择直接平 A 打倒，然后密码机的话也是一个97、98、99，直接亮了。其实他是想让大副吃到红光反照，然后溜一会儿的。对。但可惜密码机的进度确实是差一点点。而且这边的一个传送是能好的。对，一个技能时间是快好了。对。然后手上的话也是有2肩嘛。感觉距离上面会比较极限啊，看能不能赶过去。排点的话是先排的红蝶湖的位置。
啊，发现没有耳鸣，赶紧掉头过来了。中场找到了宙斯，但找咒术的话，其实还是没办法去完成一个4抓。对。但同样，咒术在中场的话，你也不能不管。主要还是大副那边，他也不是一个淘汰嘛。对。如果能够淘汰的话，就尽情的追出来了。是的，4次命中也是成功平 A 到。这样子的话也是拿下一手3抓吧。是。比分的话也是北京 WBG 拿下了第一个红教堂这张地图还是比较稳的。对。而且其实，在他拿刀频率比较快的情况下，其实只是一只翼鸟，也并不会让整体的一个对吧？也会起到一个比较快速的追击。能看到是把先知保护起来放中场，然后左右两边的话是守墓人跟木偶师以及红毯附近的气象学家。选在墓地啊，那这个位置起追。来看一下，去红毯的方向是逃完的气象学家。对，反正就因为先知中场你也不好找嘛。哎，等一下，但是掉头好像直接找先知，对，因为确实以先知视角来看，你大概要去追气象了，所以说他是有点去贴密码机，所以说整体的身位并没有拉得特别开。是的，但好在说大房这个窗户确实也能隔绝到监管，第一波的身位是没办法逼近的很快。那这边的转点的话也是往小门去转，这边大空地要拿刀，看下先这边怎么说。给到一刀先，拿到一刀。前面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板窗区的。是的。这里留下一个影子在板间，让你不太好再回来往这边转，只能再去墓地的一个方向。这边是给到一定身位，觉得你会回溯，但其实小谎言这边是完全不着急，他可以先逼近了之后再去利用自己的残影回溯嘛。对，现在的话闪现也刚好，而且只要把你的鸟逼掉的话，后面你是比较难去进行一个牵制。翻回来想闪现骗飞轮，哎，闪现空了。不过应该还是会鸟状态是没办法。对，还是会架在这里。对，吸出来。因为小谎言的视角来看，他不确定你带的是一个飞轮弹射还是纯弹射。对的，但这样的一个击倒时间对于全方来说完全能接受，甚至说还绰绰有余。是的，对吧？因为毕竟我是把你的闪现给消耗掉，甚至说我是带了回光返照，并且场上还有2个化险为在身上的求生者。过客本身他就要进行一个依次救援，他自己的密码键还开掉了，所以说他可以先进入到小门的双板区，再拖一点时间。因为刚刚隐约是不小心卡掉了嘛，那现在。看一下单板这边回溯过来，没有选择着急变路易，到椅子面前先救变路易吗？没有选择变，还是正常的持刀救。是的。果冻这里其实对于小谎言来讲还是要去处理一下的，毕竟刚刚是帮忙下了一块板，也没有但是抽到了这一刀。对，那翼鸟的一个状态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多了，因为前期在那个小房出来的那个空地平地的时候，他没交，但是他是在回头吸的。你这个时候想要逼近身位，就不可能让他不吸鸟。对，我看一下是让守墓人过来救援。其实密码机是比较有希望够的。首先我压满他化险为夷，然后只要不是让先知下移就红圈密码机就很有机会。对的，单铲子打到这边的话，回溯交了，其实还是可以救下来。回溯过来想逼救。尽早的让他救吧，因为现在密码键还没有那么够。但没关系啊，其实救下来，我现在还能帮你扛啊。是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窄板这边帮忙下板，直接肉身扛刀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对于先知来说，他的翼鸟是快好的。对，他就趁你擦刀的时间，我再出来看你2眼啊。现在就是守门人倒地之前，你不太敢过这块板子，就完全是开关门的一个状态。是，看就能不能算得很精准的一个。化险为夷结束时间，然后没有命中。密码机77，这边翼鸟的状态是多少呢？这边这个板子其实你的身位是没有达到能够抽刀的一个说法。对的，要吸出来了。这个位置可以不用去交互，完全不用交互，就等你过来，然后吸出来去交鸟。也行。对，因为它是反向了去翻过去了，所以说你就算震慑，它还是能吃到这个回光返照。没错，回溯过来有翼鸟了，开门战还能撑。这边隔窗手上的一个技能已经切为传送了，对，鸟已经出来了。对的，交出一鸟，然后到小门的位置，门的话已经来到一个70、80左右的一个状态。对，感觉这把就只能把先知给留下了。对，就往角落倒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守墓也是赶往门的位置，然后手上是有铲子的，不怕。
其实往后撤一撤也可以。对，我可以消耗掉你们里面的那个回溯的影子之后再出来。是的，让先知那边有机会交自己的一个自愈。因为木偶石这边是一个半状态嘛，他不好走。对，守门人所以说就不着急走。守门人的话可以帮忙去木偶石卡一下这个耳鸣。然后另外一边回溯过来，去找一下守墓人。觉得你这边卡的耳鸣的话也不好排木偶师，还在找。另外一边先知交入自起了。也是赶紧往门走，但是知道爆点了之后，去小门就往小房的位置拉点。因为点门的时间肯定是不太够啊，看能不能反向拉到地窖的位置，或者是拉到门口。对的，小黄眼这波排点有点着急啦。但他不清楚你消失，以为人是往墓地走，但其实在往大腿的附近走。另外一边已经全部到门口了。如果再去，还卡脚。如果再去门口的话，你是更加排不到先知这个位置，因为先知会贴着模型往地窖赶。对的，这边感觉有点与时间赛跑了。看这个位置，排的位置是看到先知了，他没看到，他以为这边的耳鸣在中推，这边的话一个地窖走掉，哇，完成了一个4跑，完成了一个4跑。哇，对，正好也比较适配这张地图嘛，它的一个交互点是非常多的。前期的第一个人的牵制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即使大家之间的一个配合，墓地，起追幸运儿也可以的。对，这样的话反而是让他后期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摸更多的道具出来去，去打后期。对。好，来看一下起追，果然找幸运儿了。因为这个区域选择上面的话，你红毯附近大概率就是幸运儿嘛，毕竟他开局要摸箱子。对。他摸到了一个香水。感觉凯局的道具并不是特别优势啊。对，这个香水的话，其实如果真的藤外缠到，就会比较难受了。这边的话也可以先把这边的板区给开门，然后有碎石压迫一下，开回来香水先交。是的。它很细节，就是在这个开门的位置，然后回来之后这边门可能会关掉。又拉近了自己的一个身位啊。这边的话应该是避免不了要吃刀了，尽量是直接给一刀，但是这个炸碎石先给一刀先，然后提前开了个门啊，他都不用去翻窗，但这里他也是知道前锋要撞，对，年年这手细节还是把握的很好。对我翻窗的话是一定会被撞的，对的，得需要冬日他的一个斗牛士稍微帮一下，对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手上又有藤歪又有碎石的。就这个时候，你反而是求生方着急，就巴不得对外辅助。但是对于捏来说，我只要稳定追击倒就行，手上是闪现嘛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知道你第一个道具交完之后，你现在是属于一个纯白板的一个状态。对，其实现在求生得接一下，斗牛得接一下才行。前面还是需要躲一下，躲掉了。藤蔓交出来，保证稳定的一个击倒先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体密码机是2台半。对的。前面的一个保人环节还是会比较多的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幸运儿其实他的2次牵制能力是很弱的，以及说前面没有把监管那个技能给逼出来嘛。是的。要怎么去救援呢？怎么去把保活呢？这个问题很大。我觉得救都还好说，就是救下来怎么样幸运儿不被打针对。而且还干扰到了前锋那个破译嘛，因为他本身是想把人皇这台密码机修开。对，手上有2个碎石，对捏来说无所谓，我就交碎石，反正压力大的是你。对，前锋也是在找机会。注意到了，打到了前锋，可以。因为他们要保证到一定救下来，前锋这一刀是战术性的，要一定给的。是的。但捏捏也防住了。这边开个门的话，队友其实得帮忙卡住这个门，不然的话幸运儿就必倒。是的。因为主要斗牛辅助他是要离监管稍微有一定的距离去观察，然后这边把前锋的状态调好之后，其实这边也不太能去辅助到了。他不，因为没有逼出来过技能，对吧？因为如果是一手兴奋的话，那我现在硬撞，等你把人再挂上，我来不及调我的状态了。对的。那这边的话也是选择把人给往角落牵。这个位置基本上下来2流能力会更加差。感觉需要前锋跟医生一起来试一下。对。单人的话呀，首先他们的化险唯一是没有第2个了，在椅子上交不出来。你这个位置本身想要去牵制的话，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进到点位啊。那看一下前锋跟医生是怎么样去配合一下。
就一直碎石。对你也来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，或者我就一直不打嘛。对，一直不打或者一直碎石。总要救的，因为毕竟差2台密码机的情况下，外面只有1个人在修。保证我下乙炸一次，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再炸一次就倒了。是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再给前锋一刀啊，哪怕说这边强摸没关系，我可以藤蔓去缠住这个位置。是。然后藤蔓交出来，打断前锋，但是前锋飞轮躲了，这个时候还想好不了 CD， 好不了 CD， 必须要医生给到1刀才行。然后前锋的球才能好 CD， 那把人淘汰之后就没办法了。密码机差1台多一点点。对，其实这把密码机的进度是比较多，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求生要完成的4跑。对的，那现在就看一下能不能极限的去保个平局或者之类的了。对。藤蔓交出来。选了一个赶路，那奈仔的话其实也拉开了地下室以及队友的一些遗产，医生已经修到了最后1台。那道具也消耗完了嘛？反正就是找到大推这边去倒地，然后不干扰外围的密码机。那这样击倒的话呢，可以让斗牛士推过来救援。想直接传。你这边也不想跟你保平，争取一下。医生的话是有提前意识到，所以说直接交了一个窗弹拉远了。对的。而且它本身是有飞轮在的，所以说给你拉远距离，你这个藤蔓是不一定能够命中。是的，飞轮躲掉藤蔓，但是前面碎石的话也要压住窗户的位置了。回来再去转一圈，进前面的单板。没有扎到。是的。然后队友那边的话，应该也是不打算再过来修这台了，直接就地起大推那1台就可以了。对的。那这样的话也是比较针对嘛，因为我这边碎石的话确实能打到一个0.25的状态，那包括你这边的一个药剂也没用完。而且对于捏捏来讲，我大概知道你是一个飞轮加弹射的天赋了。对你这个开门战是可以直接被我针对到的。没错。那现在问题还是在于，首先卡半的话呢，这个密码机是压不好的。但你压满这个医生没有红丸反照，一旦被针对的话，还是一个多抓举。对，看这个牌点。过来，他还是要卡半救一下的。对的，主要是你现在没有红丸反照，他不着急啊，捏捏完全不着急的。对，是求生急，我一定要卡这个半，因为他可以一直压碎石。这个淘汰进度有点极限了，而且现在前锋还是过半了。过半了，那就过半呗。对他刚刚也不能吃震慑，因为密码机也没压好。现在就等嘛。什么时候医生下来，捏捏这边才会有所行动。他现在就尽量攒自己的一个自然交易啊，打到了这个针对。那没办法。对，因为前锋的球也用完了。把人挂上。那就直接亮了，可以直接针对一下脸上的前锋。对的。那前锋他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，首先手里有个飞轮，其次是有一个道具，对于捏捏来讲，这边是比较未知的。对。这边离地窖的位置也比较近，墓地这里板窗是比较充裕的，之前没有人来过。没错。连炸，但是被走位躲掉了。然后藤蔓交出来，看能不能扭掉飞轮躲掉。直接一个护腕过来。那现在想传，管门。是的，这个门确实是94，很极限的一个状态。而且捏捏很细啊，我过来不着急，我先把门锁一下。对的，然后斗牛士这边的话也是有。那现在就有点换了，他们得门开了以后让斗牛士去走地窖，但问题现在在于门是没开的。对，再锁一次，很细节。就完全不让你开这个门，哪怕你这边被我牵制我也不行。对，我不击倒也没关系啊。对，然后打倒了，这边门还没有解封，斗牛士也在脸上，手上有斩布招引。其实把斩布招引如果说成功命中的话，可以强来点。对，可以强开，但是捏捏很细节，我再锁一次门，我再过来。我先锁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我先锁，是吧？没锁到。那是一个藤蔓，那这里拐过来还是拐过来吗？命中了，那给到一刀击倒。那先回去灌一下前锋就可以了。对的。另外一边前锋的话，其实交自起之后还是很难，还是会被架在这个位置。这个门的进度还是蛮可惜的，就是那种碰一下就开了。是的。对，看一下奈仔能不能撑到斗牛士起来，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了。起门之后怎么办？没了，到底。
那这边的一个自愈进度也确实不够啊，87%，对，肯定是倒地放下来第一时间就是在摁的。它天赋上面毕竟带的是这个吸掉反射跟化险为夷，没有这个自愈加速嘛，所以说还是比较慢一些的。那也是拿下一组4抓，也是恭喜北京 WBG 对获得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啊。来看一下今日的赛果。目前今日赛果的话，也看到是 ACT 对阵成都 GG， 也是 ACT 获得胜利。第2场的话是 T1 对阵斗5，然后也是由 T 数获得胜利。第3场的话也是刚刚结束的，也是由北京 WBG 获得了胜利。能看到我们这一周的一个赛程的话，确实基本上都打满了，但是有一些对局的话，确实还是结束的会比较快一些。是的，但综合上来讲的话，都是会打的比较焦灼一点，因为 GW 它上一场比赛其实跟 ACT 是有打到加赛嘛。没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积分榜情况，第1名的话是 GR， 第2名 ACT， 第3名 TE， 第4名北京 WBG， 第5名成都狼队，第6名 MRC， 第7名朱雀，第8名成都 GG， 第9名 GW， 以及第10名是斗5。对的。但其实这个积分榜的话，还是比较暂时的一个情况嘛，因为毕竟第1周最多也是拿下2个胜利。